我疯狂舔了女朋友4年，就在我鼓足勇气给她求婚的时候，却遭到了她的无情羞辱，惹得众人疯狂嘲笑。重生归来，我一天狂赚2亿，然后转身牵起校花的手，她却急眼了。13，没有你我怎么活啊？哎呦，这不是楚涵的前男友吗？亲爱的，你别误会，我和他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这车不错，就你这个土鳖还懂车？我知道，最便宜的保时捷。看把你狂的，你一个骑电动车的也敢看不起保时捷？还是二手的，看来你挺喜欢二手货呀。你给我说清楚，谁是二手货？你愿意在我的电动车后座笑，还是在齐刚的保时捷车里哭？麻烦你照一下镜子，谁会做你这个破烂？很好，希望你能一直保持下去。随后我坐上了电动车，直接离开。01、22、24、25、29、33，篮球15，50倍。祝您中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掏空奖池。孙楚涵，今晚同学会给你一个惊喜。此时包间内，众人正在谈天说地。最近怎么都不玩开心网了？我都没地方偷菜了。你这 HTC 手机看着不错呀。今年世界杯看了没？西班牙统治力太强了，我看下一届还是他们夺冠。你和孙楚涵怎么回事？我把他甩了。你骗人！那么漂亮的女朋友，你舍得甩掉？难道是因为齐刚？是啊，人各有志，不提他了。13，你和姚校花说什么呢？关你什么事？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记恨我把楚涵从你身边抢走了，正在给姚校花说我坏话呢。啊，对对对，老公，我们过去吧，别和他在这废话。好，我们走。我微微一笑，也没有在意，反手打开了电视，等待着彩票开奖。还看彩票开奖，想发财想疯了吧？才20几岁就靠做梦发财了，真可悲。你还真买彩票呀？怎么可能中奖吗？你自己看。22、33、01、29、25、24、15，你中了500万。你看错了，不是500万。不可能啊，我对了好几遍。你再仔细看看。你投了50倍，那就是2亿5千万。我微微一笑，将彩票收了起来，正准备离开，孙楚涵却走过来。哟，还在做梦呢？你以为守着电视就能中奖啊？要是中了呢？我也不知道我的离开把你伤成这样，我劝你也不要做白日梦了。对了，以后找女朋友别找我这么漂亮的，你养不起。我在找女朋友，肯定比你漂亮，比如姚大校花。你真是受刺激了，这种话也说得出来。把姚思璇当什么了？人家可是校花，多少富二代都追求不来呢。孙楚涵都看不上他，何况姚校花了。面对他们的嘲讽，我也没有在意，而是看向姚思璇。姚校花，请问你愿意和我约会吗？好啊，我愿意。怎么可能？姚思璇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姚思璇难道疯了吗？我们走吧。对不起啊，我和思璇要去约会了，不能陪大家继续玩了。希望你们今晚能过得愉快。他凭什么呀？1个月才赚3700，姚思璇看上他哪一点了？孙楚涵越想越不对劲，气冲冲地追了出去。两人走出酒店后，姚思璇将手拿了下来。谢谢你啊。举手之劳，不用客气。我送你回去吧，我骑电动车来的，你介意吗？不介意，不过你应该要买车了吧？有钱了当然要买车，我在考虑要不要一步到位买个直升机。那你是不是还要买个停机位啊？ Y13，同学，有事吗？你和姚思璇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明明是你背叛了我，居然能栽赃在我头上，以前怎么不知道你的脸皮这么厚？你们已经分手了，他和谁约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姚思璇，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非要捡我不要的男人。你知不知道他1个月才赚3000，这辈子都买不起房子。谁说他买不起？海州的房子他随便挑。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就凭他？你没听到吗？刚才他彩票中了1等奖哦。什么？你中了1等奖？真的吗？多少钱？2000万。不，2个亿。老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能不能看见我们以前相爱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一时糊涂才跟齐刚在一起的。打住！我今天下午问你的问题，你搞忘了？我选电动车。
不好意思，我的电动车后面已经有人了，你还是去做保时捷吧。孙楚涵，你在干什么？老公，我送你的礼物，限你3天之内还回来，否则法庭上见。将李思璇送回去后，我回到了出租屋，向彩票中心打了个电话，通知他们我第2天去领奖。到了第2天，我来到了彩票中心，领取了奖金，到手是198024106。我正想找银行存款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群人，把我围了起来。你先别走。我靠着前世的记忆买彩票中奖，没想到刚出门就被一群人拦住。就在我准备一条舞时，没想到他们先开口了。先生您好，我是工行的。我是建行的。我是做梦银行的。原来不是劫匪，是银行拉存款的呀。诸位想要存款的话，我有3个条件。先生，哪3个条件？1. 政策允许情况下的最高利息。第2，为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理财帮助。第3，7成24小时待命的1对1服务。几个国有银行的代表顿时露出为难的神色。先生，您的3个条件，我现在就能答应。好，那就你们银行了。先生，我们银行就在旁边，请跟我来。先生您好，我叫吴宗林，是做梦银行的行长。吴行长您好，我叫 Y13。Y 先生真是年轻啊，真羡慕你的运气。吴行长，我的条件你应该清楚吧？你提的3个条件都没有问题，我们做梦银行能够给您最高的利率，然后再安排一个私人理财顾问，随时给您服务。很好，我还需要开设如下的账户。我微微一笑，将事先写好的名单递了过去。股票账户、黑金信用卡、美股账户、港股账户、比特币账户。Y 先生，您这是要全面投资吗？不该问的就别问，你按照我写的做就行了。是我多嘴了，没问题，这些今天就能安排妥当。那就多谢吴行长了，这些账户我有急用，越快越好。好的，弯先生，我马上叫私人顾问过来。小弯啊，你让小陈来我办公室一下。过了一会，小陈走了进来。弯先生，这是我行业务能力最好的理财经理，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您的私人顾问，7成24小时为您服务。Y 先生您好，我叫陈美莲，从现在开始我将为您服务。陈经理，希望我们合作愉快。Y 先生，中午方便请您吃顿饭吗？别急，我还要先去个地方。根据我前世的记忆，今天博览会上天体将会以10万的价格出售版权，5年后天体获雨果奖，版权费翻了几千倍。牛老师，您就不要再犹豫了，我敢保证，绝对没有人能给出这么高的价格。据我所知，天体前2部一共才销售了3万册，版税加起来还不到10万，这个转让费用已经很优厚了。我明白，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他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我们凯乐影视实力非常雄厚，对天体的开发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想法，你可以放心的把它交给我们。好吧，那就签合同吧。且慢，刘老师，请别急着做决定，我也对天体的版权很感兴趣，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报价？天体出版都好几年了，之前一直无人问津，怎么今天一连来了2拨人要买版权？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 Y13，从小就喜欢读科幻小说，是您的忠实读者，所以我想把天体系列的版权买下来开发，让全世界看看，咱们华人也能写出好的科幻故事。没有那么好，你过奖了。天体的确是一部好作品，所以我才愿意出10万购买版权。怎么，你也拿得出10万吗？我出双倍。20万，你说真的？我很看好天体的市场前景，才会给出这个价格，希望刘老师能好好的考虑一下。牛老师，你相信他有20万吗？他要是能拿出20万，我俩直接滚着出这个会场。我微微一笑，没有理会。刘老师，我可以直接转你微信。微什么信？哎呀，搞忘了，现在微信还没问世呢。牛老师，我看他就是来捣乱的，你要是不尽快签合同，我可就要把钱拿走了。就在这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陈青莲开口了。老师您好，我是做梦银行高级理财经理，我叫陈青莲，这是我的名片。Y13先生是我行的高级 VIP 客户，我可以为他的财务状况担保。骗谁呢？这种名片10块钱就能印一盒，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看清楚没？我这可是现金。这是做梦银行发行的黑卡，限量10张，Y 先生就拥有1张。黑卡可是要8位数的存款才能办下来，这小子怎么会有黑卡？难道他真的有钱？
刘老师，你现在可以确定了吧？歪先生不但有诚意，也有资金担保。如果你不放心，可以现在跟我们去做梦银行，10分钟就能拿到现金。不必了，我相信你们的诚意。我决定了，天体的版权就卖给你们了。闻言，王一凯和蒋乐乐脸色巨变。刘老师，天体我们不要了，飞跃木星卖给我们吧。飞跃木星我也要了，所有还拥有版权的作品，我全都要了。你给我等着。两位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滚着离开了，不要耽误我和刘老师谈事情。我们走。不是走，是滚。这么大个公司，不会这么点信誉都没有吧？传出去可对你们公司形象不好呀。小子，算你狠。随后两人就滚出了会场。刘老师，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你刚刚说你要我所有作品的版权。没错，所有作品，天体之外的长篇每部20万，短篇每部10万，可以吗？你不是开玩笑吧？老师要是不信我，可以叫个律师朋友过来拟合同，确保您的利益。好，就这么办。随后刘海星找来了一位律师，确认合同后，双方完成版权交接，总共费用170万。我本来以为拿到钱会很高兴，但是现在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那可不，飞跃木星后世的票房好几十亿呢。刘老师，你为什么着急卖版权？实不相瞒，我儿子就要结婚了，我想给他在老家买套房子。我微微一笑。如果你信得过我，不要在老家买房，拿这笔钱在海州买房。说完，我就带着陈雪莲离开了。这小伙子怎么气场这么强大？陈经理，陪我去一趟香奈女吧。我们去干嘛呀？我想给我朋友买件礼物，请你参谋一下。女性朋友吗？对，和你身材差不多。好吧，我们走吧。两人来到了香奈女，却发现齐刚和孙楚涵在里面。好你个Y13，不跟我复合，原来是有了新欢。我买彩票中了2亿5千万，却被妻子伙同富二代设局车祸，变成了植物人。他们却拿着我的钱潇洒快活。好在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回到了买彩票当天。重生后，我直接打脸未婚妻，然后根据前世的记忆成功垄断天体等科幻小说版权。就在我准备去给姚思璇买礼物时，却遇到了前女友孙楚涵。老公，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丢下我，你放心，我以后只爱你一个人，再也不会理别的男人了。齐刚微微一笑，他可不想再给这个拜金的女人花钱了。楚涵啊，店里最近生意不太好，我手头没太多闲钱，这个包下个月再给你买吧。可是我喜欢这个包好久了，你以前答应给我买的。我跟你在一起之后，光买包就花了6、7万，你现在又要包，当我是印钞机吗？你再这样，我都不知道你看中的到底是我这个人还是包了。我当然是看中你这个人了，那就下个月再买吧。就在这时，我带着陈青莲走进了店里。好你个Y13，难怪不肯跟我复合，原来是有了新欢。我微微一笑，没有搭理他。服务员，把店里最新款的包包拿过来。好的，先生。陈姐，你背一下我看看。好看，就是它了。再给我拿一套衣服吧，我要最新款。好的，先生，请稍等。不错，就这几件，刷卡。黑卡亮出，众人都傻眼了。听到刷卡成功，孙楚涵嫉妒的快要疯了。我们走吧。老婆，别叫我老婆，那个包包明明是我先看中的，现在被他买走了。齐高，你不给我买，我现在就去找Y13要。你疯了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我如果知道你这么小气，我怎么会跟你呢？我真是瞎了眼。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还没有Y13大方，他以前工资3000可以花2700给我买包。回到家后，我给姚思璇打了个电话。大美女，明天我请你吃饭吧。好啊，我明天下午5点下班，你来我公司接我吧。好的，我明天下午过来找你。第二天，我去银行办理了各种业务后，直奔姚思璇的公司。思璇，等人呢？不会是在等男朋友吧？那咱们公司好多男人就要心碎了。别乱说，我就等个普通朋友。脸红了，肯定是男朋友。就在这时，一道黑色车影飞驰而来，一个急刹车恰好停在姚思璇身前。对，这不是周少的保时捷吗？周少怎么来了？难道是来接思璇的？车门打开，一个矮胖男人下车，微笑着对姚思璇道：“姚小姐，你好啊。”周少，有什么事吗？来人名叫周云浩，
是上市公司绿野文化董事长周长华的独生子，而绿野文化是姚思璇最大的客户。听说你今天加班，我过来探个班。我知道一家很不错的海鲜餐厅，有没有兴趣去尝尝？不好意思，周少，我晚上约了朋友吃饭。可以叫你朋友一起。是位男性朋友，我们要谈些私密的事情，不太方便。周云浩脸色一沉，他堂堂上市公司董事长的独子，没想到会在姚思璇这里吃瘪。我吃过饭还要去个私人拍卖会，会有很多商界和文艺圈名人出席，认识他们对你的工作很有帮助。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不好意思，周少，我已经下班了，休息时间不想再谈工作，只想跟朋友放松下。在你心中，事业没有朋友重要。姚思璇微微一笑，我从小就是这种不求上进的性格，估计以后也不会改了。呵呵，那我倒要看看能够让姚小姐放弃事业的男人到底有多优秀。就在这时，一辆电动车慢吞吞驶来，停在保时捷前方。思璇，久等了。姚思璇脸上顿时绽放出无比灿烂的笑容，走到电动车前。我们走吧。去告诉你们老板，今晚我要是看不到姚思璇，以后就别想再接绿野文化的生意了。别愣着了，赶紧给老板打电话。吃过饭后，我和姚思璇来到了咖啡厅，刚坐下，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我老板打来的，这个必须得接。怎么了？还不是那个混蛋周云浩约我吃饭，我不肯，居然跑去威胁我老板，说如果我不陪他参加私人拍卖会，就取消和我们公司的合作。确实是个混蛋，那你老板怎么说？老板说我只要去参加拍卖会，就给我2万块奖金，被我拒绝了。绿野文化怎么这么耳熟？是不是美股上市公司？就是那个绿野文化，周云浩整天吹牛说国内的生意没意思，要去美国发展。果然是那个绿野文化，那更要去见见周公子了。这位可是财神爷啊！我陪你一起去，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周云浩没在，再等5分钟，如果看不到他，我们就离开。来都来了，干脆转一转，要是碰到喜欢的话，我也买一副回去。你也懂画？不懂可以装懂，你看这么多人哪个是真懂的，还不都是附庸风雅。就在这时，周云浩走了过来。你来了，很好，不过这个穷鬼是怎么进来的？人家有钱，为什么不能进来？有钱会骑电动车，你没资格参与这种场合，识相的话快点滚。我微微一笑，谁说我没资格？我说的，这里最便宜的一幅画都要几十万，你买得起吗？我看你连画框都买不起。买不买得起是我的事，不劳你费心。你有这份精力，不如好好研究下自己的生意吧，免得哪天破产流落街头。李云浩脸色一沉，刚想说话，就被一道声音打断。谁说他没资格？Y 先生是我们做梦银行的黑卡贵宾。Y 先生，我在外面看着像你，没想到真的是。吴行长，你没搞错吧？这小子明明就是个骑电动车的，怎么会是做梦银行的黑卡贵宾？周少认为我在撒谎。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家安静一下，拍卖会正式开始。3500万。诸位想必也都知道我公司的情况了，不得已才把这些收藏品拿出来拍卖。客套话就不多说了，拍卖会正式开始，有请第一件拍品。第一件拍品，戴头巾的少女，起拍价15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经过不断叫价，最终由马少天的一位老友以480万的价格拿下。第二件拍品，色块，起拍价1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小子，你看得懂这些艺术品吗？就来凑热闹，这就不劳周少费心了。小子，看好了，给你展示一下什么才叫实力。160万。周少160万，还有加价的吗？我微微一笑，你这么喜欢装，那我就坑你一把吧。200万。小子，你是要和我拼财力了呀？我绿野文化最不缺的就是钱。250万。300万。350万。我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周少大气，我拼不过你，让给你了。350万一次，350万2次，350万3次。恭喜周少350万拍下4块。
希望你1个月之后还能抱着这幅画笑得出来。各位，接下来上拍的是民国大师张大千的2幅仿作，2幅作品合并拍卖，起价35万，每次加价1万元。什么？这幅画居然在这里？前世这幅画的问世在全国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更是拍出了6000万的高价。仿作不就是假画吗？谁会花几十万买2幅假画回家呀？虽然这2幅是仿作，但毕竟是张大千的作品，技法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市场价值也有待开发。等了半天，看到确实没有人出价，马少天无奈开口说道：“既然大家不感兴趣，那我宣布35万。”此话一出，全场目光都盯向了我。哈哈哈，你是不是以为你能捡漏啊？歪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大千挺有名的吧？我买不起他的真画，买2幅假画回去欣赏也是好的。这位先生，你确定出价35万吗？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位先生出价35万，还有更高的价格吗？呵，恭喜这位先生35万拍下张大千2幅作品。你是不是太好面子了？你想融入这个圈子，也不需要用这种手段啊！你看大家都把你当傻子了。谁是傻子还不一定呢。你花35万买2幅仿作，还不傻？如果我能证明我不是傻子，你怎么说？那我就满足你一个要求，只要不太过分就可以。好，那你等着瞧。就在这时，我直接走上了拍卖台。金大师，能帮个忙吗？什么忙？给老夫看看。金大师，这玩意儿还用看吗？放到厕所里当手指都嫌破。你懂个屁！周云浩脸都绿了，但是他又惹不起金文山。小伙子，这幅画确实如你所说有点意思，介不介意我现场操作一下？金大师太客气了，您请便。你们去搬张桌子，顺便把我的工具箱也拿来。不多时，一张桌子摆在了拍卖台中央。金大师，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马老板，我记得当初这幅画是你我一同鉴定的，现在看来，当初咱们都打了眼了。这难道不是张大千的仿作吗？莫非另有乾坤？这位小友怀疑这幅画下面藏着些别的东西，所以我打算把表面这层剥开看看。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老夫开始了。金文山一通操作后，直接揭下了画的表层，映入眼帘的正是一幅全新的画作。这怎么可能？金大师，这是怎么回事？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下面这层画是唐伯虎的真迹啊！你看落款的印章，真的是唐伯虎的真迹。周云浩满脸不屑，昂着脖子道：“金大师，你有什么证据吗？”证据？我说的话就是证据，你不服吗？小伙子，你的运气真好啊！35万就拍下这件稀世珍宝。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运气为什么这么好？我要是天天跟他在一起，能不能沾沾好运？金大师，你再好好看看，是不是搞错了？这怎么可能是唐伯虎的真迹呢？小周，你这是什么意思？不相信我的眼力，还是不相信我的专业素养？我不是那个意思。小友，还要感谢你啊，让这幅画重见天日。金大师过奖了，如果不是你高超的技术，这幅画也难重见天日。金大师，这幅画值多少钱？3500万左右吧。如果拿到国外拍卖，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小伙子，我出4000万，能不能把这幅画割爱给我？是老刘啊，他刚刚一直没有出手，还以为他不感兴趣，原来是没碰到值得出手的目标啊。江南4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和徐祯卿的书画，我已4得其3，唯独缺了一幅唐伯虎的真迹。今天既然碰到，又怎么能放过呢？先生若是能够割爱，刘某定当感激不尽。我微微一笑，现在正是缺少人脉的时候，这个时候结交一些大老板，对我以后的帮助会很大。这幅唐伯虎真迹，我本人也是很喜欢，不过既然刘老板喜欢，我也愿意成人之美。至于价格嘛，难道这小子要狮子大开口了？就按照金大师的估价，3500万吧。那就多谢歪先生，这个人情我记下了，希望我们以后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拍卖会结束后，我回到了家中。根据我前世的记忆，绿野文化将在1个月后股价跌至1美元，现在股价正好在30美元。这么大一块肥肉，我不肯一口都对不起你周少啊！我靠着前世的记忆准备投资房地产，没想到这货又把脸凑过来让我打。
陈经理，有空吗？陪我去远航新苑看房吧。远航新苑那边好像是老城区吧，很杂乱的。你确定要在那边买房吗？我微微一笑，根据我前世的记忆，老城区即将迎来大规模拆迁，现在正是房价最低的时候。先去看看再说吧。女士你好，请问是看房吗？我不看房，我是陪他来看的。骑电动车来看房，看来又是一个穷鬼。白兰，我肚子忽然好疼，你来接待吧。刘姐，两位好，我叫白兰，我为两位介绍一下本楼盘的详细情况吧。即使明知道眼前的人买不起房，白兰还是介绍了足足半小时。我去趟洗手间。先生，您觉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引擎声，来人正是周云浩。我就说外面那辆电动车怎么有点眼熟，还真是你呀！昨天晚上发了财，今天就来买房，果然是穷人思维。是啊，一不小心赚了那么多钱，不花出去浑身难受。你该不会以为3500万很多吧？反正够买几套房子的。宝贝，你看这小子像个有钱人吗？不像。刚刚外面那辆电动车看到没有？知道是谁的吗？就是他的，哈哈哈！骑着电动车来买房也是奇葩。我微微一笑，没有理会他们。这两位是你的朋友吗？我和他们不是很熟，走，陪我再看看房子吧。周少，你怎么了？不是要买别墅吗？这小子不但走了狗屎运，还有桃花运。先是姚思璇，又是这个女人，他凭什么？你看的怎么样了？我觉得升值潜力比较大，准备买了。白小姐，给我开个报价单吧。不会吧，这个骑电动车的客户真的要买房？这2栋洋房都是7层，起价15888一平，全款可享95折优惠。贷款也能享受95折优惠吗？你们如果确实有购买意向，我就去和经理沟通一下，给你们争取最大的优惠，怎么样？那就拜托你了。陈经理，你们银行最多能给我放多少贷款？你要贷款买房？不然呢？你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全款买？我微微一笑，傻子才用全款买房，这房子的升值速度比利息高多了，到时候随便买2套房子就够贷款了。按照你在我们行的存款，最多能给你8000万贷款。我正在思考着，周云浩走了过来。我把7号别墅定下来了，光定金就交了200万。你挣的那点钱，趁早回老家买几套房，说不定还够吃一辈子。我微微一笑，没有理会。1个月后你公司破产，拿什么来付尾款？见没得到我的回应，周云浩转头对着陈青莲说道：没你，我都不明白你跟着他图什么？买个100-200万的破洋房还要犹豫这么久，丢不丢人啊？你要是跟了我，我刚买的别墅随便你住。那我走。你一边去，别耽误我跟美女说话。这位先生，我跟你不熟，请你说话客气一点。现在的确不熟，聊一聊不就熟了吗？就在这时，白兰带着经理走了过来。陈青莲，怎么是你？你也来买房吗？不是我哪买得起这里的房子啊？是我朋友买房。你就是这里的经理啊？我问你，到底是要做他的生意还是我的生意？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谁钱多就该做谁的生意，是吗？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如果我花的钱多，也可以要求他们把你赶走。袁经理，我刚刚看过楼盘了，觉得还不错，所以我打算买2个单元。哈哈哈，你吹牛之前打个草稿行不行？2栋楼的5000多万，就算你前几天赚了3000多万，还差着2000多万呢。这家伙疯了吗？这是买房子不是买菜啊，哪有1个单元1个单元买的？严芳愣了一下，碍于陈青莲的面子，还是微笑的说道：先生，别开玩笑了。袁经理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财力？他可以给我证明。是的，Y先生是我们做梦银行的黑卡贵宾。严芳眼睛一亮，他很清楚陈青莲的性格，绝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先生，真是对不起，是我唐突了。你真的打算买2个单元？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就这2个单元，我全要了。这2个单元洋房一共是28套房，总价将近6000万，你确定全都要吗？那得看你们的诚意了。刚刚有人说什么来着？谁钱多就做谁的生意。我和周少只能选一个，你选吧。哈哈哈，远航地产的苦总和我爸爸是朋友，你确定能动得了我吗？Y先生，这……周少，其实你现在把定金拿回去还来得及。少废话，这个别墅我买定了。我好心好意劝你，你却不知好。
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随后几人就被带到了办公室。先生，2个单元一共28套房，9折后的总价为5871万4856元，您的首付是30%，也就是1761万4457元。做梦银行为您提供30年期的贷款，总数为4110万元，其中利息为3742万6325元，每个月还款21万8128元。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每个月才还这么一丁点，签合同吧。您难道没有其他问题了吗？对了，刚刚是这位小姐给我介绍的，我觉得她的工作态度挺不错的，别忘了给她提成。没问题，没问题，白来，干得不错。一切办妥后，已经是晚上7点。回到家中，我来到了电脑前。下一步，做空绿野文化。我成功投资房地产后，又将绿野文化成功做空。就在我准备休息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墙上的日历。今天火爆全球的 ins 上线，后世可是在全球有着10亿的用户，但是刚上线初期他们很缺钱，在到处找投资。如果能拿下这块肥肉，对我以后的布局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我拿出了手机打了一通电话。老同学，好久不见了。是呀，大2那年在云山聚会之后就一直没见了，最近怎么样？都挺好的。我打电话给你，想让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听说你在斯坦福留学，不知听没听过 Instagram？ 我知道呀，是一款挺有意思的滤镜软件。你打听这个干嘛？ Instagram 的创始人就是斯坦福毕业的，算是你的学长。这个公司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我对他们很感兴趣，但是联系不上，不知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替我去要个联络方式。你要他们的联系方式干什么？实不相瞒，我想投资这个公司。好，我会帮你打听的。太感谢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谢。你笑什么呀？没什么，有个高中同学多年没联系了，突然说要投资美国一个公司，想让我帮忙联络。那不是挺好的吗？我恰好知道他的情况，家里就是普通家庭，大学毕业之后在广告公司上班，每个月就几千块工资，拿什么投资美国的公司？那他干嘛这么说？难道是想吸引你的注意？这种招数也太蠢了吧！可惜了，其实我高中时候对他印象挺好的，没想到他变成了这种人。过了几分钟，于娜的电话响了起来。对了，你把你的账户给我，我先给你转经费。你来真的呀？其实没必要这样，我对你印象挺好的。我说真的，你把你的账户发给我，我马上给你转账。好好好，我发给你。很快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一串账号。陈经理，我发了一个账号给你，你帮我转5万美金到这个账号。你要美金干嘛？我准备投资一家美国的公司，你尽快转过去。好的，我马上转。他刚刚就是在装，以为你会跟他客气一下，没想到你真把账号发过去了。我估计他以后再也没脸跟你聊天了。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叮咚一声，收到了一条提示：小雅，他给我打了5万美元。娜娜，你不是说这个同学是普通家庭，工资只有几千块吗？那他怎么会给你发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是真要投资？刚给你转了一笔钱，收到了没有？收到了，怎么这么多？我给你退回去吧。这笔钱是请你帮忙的补偿和感谢，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尽快帮我联系 Instagram 的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他们谈。好的，明天我不上课也不打工，一定帮你找到他们。太感谢了，我就先挂了。时间很快过去，第2天一早，我收到了于娜发来的短信，联系方式找到了，他们的电话是8208208820。没想到效率这么快。我拿起手机给陈青莲打了个电话。陈经理，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我现在急需一位律师给我拟一份投资合同。好的，我马上给你联系。挂断了电话，我直接拨打了于娜发来的号码。你好，我叫 Y13，相信我的朋友已经给你说明了我的来意。寒暄一阵子后，我直入主题。我坦诚地表明一下态度吧。首先，我非常看好 Instagram 的发展前景，所以我愿意注入150万美元，换取30%股份。Y 先生，您稍等一下，我和我朋友商量一下。我们的心理价位是125万美元和50%股权，没想到他给出的条件如此丰厚。是啊，按照这个投资额估算，估值就已经达到了500万美元。我马上给他回电话。Y 先生，如果我们接受你的投资，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公司的运作呢？我的介入方式只有一种，投钱。除此之外，我这个对编程和运营一窍不通的人，
不会对你们所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发表任何一点意见。我只想做个甩手掌柜。Y 先生，经过我们的考虑，初步同意你的投资。非常感谢你们的决定，我会和你们共同努力，让 Instagram 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还有，如果以后有新的投资，我需要优先认购权。这个没问题。Y 先生，我们怎么签合同？我这边有律师拟定投资合同，还请稍等。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在合同签署之前，我先注入30万美元，请你们尽快扩容服务器。我们实在太缺钱了，但是有了你这笔钱，我敢保证3天不2天之内，服务器的问题再也不会存在。那太好了。接下来我作为一个忠实用户而不是投资人，想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您请说。能不能尽快推出安卓版本？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安卓手机，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巨大市场。之前我们的人手不足，你也知道我们没有钱招更多的工程师，现在我们有钱了，肯定要找个精通安卓系统的人。另外，我觉得 Instagram 一个令人赞叹的地方就是社区，是否能利用已经成熟的特推、脸书的相对成熟的用户关系，开放转发分享的功能呢？如果能导入更多的相关好友来烘托社区氛围，就可以用最短的速度在人群中扩散，省掉庞大的推广费用。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麦克。下一个版本我要看到这些功能。我脑袋里已经有想法了，我看到100万用户在向我们招手了。Y 先生，你真的是一个出色的投资人，你给我们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的看法，是否采用你们自己决定。30万美元很快就会到账，等投资合同正式签署。另外120万美元也会立刻到账，我会尽快找个时间去美国看望你们，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能一起喝一杯庆功酒。没问题。关掉手机没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来人正是我前世的老板叶冰凌。重生后都搞忘了还没辞职，明天假期结束，是时候去公司辞职了。我去 4S 店买了辆车，随后直奔公司而去。还好重生了，不然累死累活到手3700，还得每天拍甲方马屁。我刚坐在座位上，设计总监走了过来，啪的一声将文件丢在了桌子上。Y13，这个项目怎么搞的？甲方节前不就让你修改吗？你改的什么玩意儿？我接过来一看，是 TT 公司的广告设计文案。军哥，客户之前说可以定稿。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客户说稿子不行，你赶紧重写。这个广告下个月就要推出，要是在你这个环节耽误了，我扣你工资。换作是平常，我肯定会反驳他，而此时我却是微微一笑。本来想辞职的，但是前事业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借了我2万块钱，这份恩情还是要报的。好啊，我重新写。此时一道倩影走进了公司，来人正是茂源广告老板叶冰凌。根据我前世的记忆，不久他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叶子，早上好。李总监，早啊！所有人都打起精神，长假已经结束了，把精力重心放到工作上。如果有人懈怠工作、偷懒耍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谁能想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强人，短短几年后会被逼着嫁给不喜欢的人，从此郁郁寡欢。美好的上午从摸鱼开始，我一边写文案一边炒股。根据我前世的记忆，京东科技的股票最近会疯涨，我随即花了320万囤了2000手。得让市场冷静一下，不然股价涨得太快，影响我的建仓成本。刚操作完，一位同事就走了过来。歪哥，军哥让你去他办公室，董事长也在，好像还发了脾气，你最好小心点。不就是个广告文案吗？急什么急？董事长、李总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你好大的胆子！我让你修改客户文案，你居然上班炒股，你把公司当成什么地方了？我看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个长假，董事长在公司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能够看到员工的工作状态。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就抓到了你这个浑水摸鱼的。大意了。你进公司也有1年多了，应该知道公司的规矩。上班不认真工作，偷偷做工作以外的事情，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我违反了制度。你既然心思不在工作上，公司也不会留你，免得耽误你的前程。你也尽管放心，公司该给的赔偿都会给你的。好吧，这是我写的文案，我走了。董事长，都怪我管教不严，才会出现这种事情。我自请处罚，请董事长批准。既然你甘愿受罚，那你这个月绩效没了。董事长，出去吧。宝宝心里苦。此时叶冰凌拿起了文案看了起来，
油墨干了，诗才能成为永恒，可我们之间黏黏糊糊的才是永远。臭流氓！怎么了？我被开除了。怎么回事？谁让我工作时间炒股，被摄像头拍到了呢？董事长亲自下的命令，让我立刻走人。我很快收拾好东西，这时候李军急匆匆地跑过来道：“Y13，跟我去董事长办公室。”还有什么事？我都被开除了，董事长不会还要教训我吧？你回去告诉他，我不领他的工资了，他就没有资格教训我了。好事是好事，你快去吧。都被开除了，还有什么好事？叶小姐，你找我。叶冰凌微微一笑：“你还挺有个性。我是学文科的，跟理工科不一样，理工科讲究严谨，文科没有点个性可不行。”你的确很有个性，能说说这份文案是怎么想的吗？我微微一笑，这可是后世爆火的文案。叶小姐 ，TT 这种产品可以从爱情、浪漫和伦理角度来发挥。我这个是个文案，就是从浪漫角度出发，把 TT 的产品属性和浪漫气质合二为一，为产品塑造出强大的浪漫属性。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种才华？叶小姐，我都已经承认过错误了，也承担了该有的处罚。你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我就先告辞了。等一下，叶小姐，你还有什么事吗？我改变主意了，不开除你了，所以你还得继续给我工作。不好意思啊，这事儿你说了不算，你想让我干，我还不伺候呢。你要辞职？是啊。那我就给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吧。你想辞职的话，必须提前30天通知公司，就算你现在辞职，也得继续工作30天，不然的话，公司可以要求你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哎，我也不是不懂得感恩的人，谁叫你前世帮了我呢？那就让你任性一次吧。行，我认栽。那我可以回去工作了吗？去吧。等到我走后，叶冰凌又将文案拿了起来。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等到午休过后，我又将电脑打开，读了2000首精工科技。根据我前世的记忆，精工科技的最高价会达到55元，我的减仓价位设计在50元左右。保守估计，这次投资用时1个半月，收益为6600万。操作完一切后，我去了趟厕所嘘嘘，回来的时候正看见叶冰凌在摆弄我的电脑。糟了，1天之内被抓到2次，是不是太不把董事长当盘菜了？董事长，我错了，你开除我吧。叶冰凌并没有反应，目光死死地盯着屏幕。董事长。叶冰凌扭过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直接走了。这就完事了？我的才华已经强烈到当场摸鱼被抓都不会被开除的程度了吗？当我目光落在屏幕上，我才猛地醒悟过来。糟了，这下没办法保持低调了。董事长，听说 Y13又炒股了，这家伙屡教不改，太不像话了，要不要马上开除他？叶冰凌没有理会李军的话，而是开口问道：“他那份文案，甲方有什么意见吗？”客户很喜欢，还问后续的文案能不能也这么精彩。那就派他专门对接这个项目吧，给他安排一间独立办公室，还有把他的办公室安排在我隔壁，我来监督他。董事长，隔壁是我。那你就搬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Y13，你来我办公室一下。我陪叶冰凌参加饭局，没想到他居然要投资这个无底洞。董事长，有事吗？晚上陪我参加一个饭局吧。见客户吗？董事长，可是晚上我已经下班了。算你加班，给你3倍工资。这不是公不工资的问题。根据我前世的记忆，叶冰凌最近会投资失败，从而导致公司破产，被迫嫁给一个家暴男。就算今晚叶冰凌不邀请我，我也会想办法帮助她。10倍工资。好嘞，我们现在出发吗？我马上收拾东西。你也不问去做什么？10倍工资，只要不是把我卖了，做什么都行。两人很快坐上了车，叶冰凌摆弄了半天，却怎么也发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了看仪表盘，眉头微微一皱。董事长，你这车子是不是从来没换过电瓶？电瓶？这又不是电动车，换什么电瓶？不愧是女司机啊！你没看到这里这个图标在闪吗？这个图标好像闪了好几天了。那你就没想过它为什么会闪？我还以为是在充电，手机充电的时候不就闪个不停吗？算了，坐我的车吧，这个一时半会儿也搞不好。你要我坐你的电动车去见合作伙伴？我换辆4个轮子的。好吧，那我们走吧。你开宾利上班，你以前不都是骑电动车吗？今早刚买的。叶冰凌强忍心中的震惊。车子不错，多少钱买的
600万。股票账户里600万，车子600万，都千万身家了，为什么还要赚3700一个月的工资？车子很快开到了酒店外面。此时叶冰凌开口说道：“你待会儿不要说是我的员工，就说你是我男朋友。”为啥？怎么不愿意？这可得加钱。你身价都上千万了，还在乎这3瓜2枣？10倍工资够了吧？哼，太够了，谢谢董事长。到时候别叫我董事长，叫我冰凌。当我需要你给出意见的时候，你要把你最真实的想法告诉我，明白吗？感情是拉我来当参谋了呀。爱德华，让你久等了。我也刚来，冰凌，这位是？这是我的男朋友 Y13。爱德华本想利用投资的机会追求叶冰凌，却没想到她带了一个男朋友。你们喝点什么？卡布奇诺，他要一杯美式。这个时间喝美式，晚上还让不让我睡觉啊？亲爱的，你不是最喜欢美式吗？啊，没错。Y 先生，你看起来年纪比我和冰凌要小一些啊。我今年25岁。才25岁，那不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刚毕业1年多。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做广告的。哈哈哈哈！原来也是广告界的精英啊！我的团购网站上线之后，会有很多广告宣传方面的需求，来交换个名片吧。今天出门太匆忙，忘记带名片了，改天补给你。无妨。Y 先生，你对目前的团购市场怎么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浪费钱搞团购。亲爱的，别胡说。冰凌，让他说吧。创业阶段就是要集思广益，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避免走弯路。多说几句吧，看我不揭穿你的真面目，让冰凌看看谁才是青年才俊。冰凌，你打算投资这个项目？目前来看，项目的前景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团购是现在的风口，也是未来的趋势，值得尝试。没错，你有宣传资源，我有技术和运营团队，简直就是天作之合。那整个项目需要投资多少钱？谁来出资金？股权怎么分？总投资1600万，我占股51%，冰凌占股49%。我准备用3个月时间，在海州市场拿下15%的市场份额，然后寻找风险投资。A 轮至少也要融资1000万美元，钱到手之后立刻扩张，争取在1年内拿到30%市场份额，在海州站稳脚跟之后开启 B 轮融资。根据我前世的记忆，后市团购市场上足足5000家，竞争无比激烈，号称千团大战，而唯一的胜者就是美团。你先等等，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简直大错特错。为什么会这么说？你对整个市场的格局是错误的。在互联网时代和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只要是以技术作为产品和业务模式的支撑，就一定是寡头格局。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只有一个胜者，其他都会陪跑。还30%市场份额，你想得美，要么100%，要么0%，没有中间数。爱德华脸都绿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命中要害，他心里不服，却无法反驳。还有最重要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问题，你刚刚口口声声说 A 轮 B 轮，说的好像你只要去找就有资金等着你，那可真的是太天真了。拉手网已经快要完成2轮融资了，糯米网投资都3个亿了，大众点评都辉煌7、8年了。如果想要投资，为什么不投在他们身上，而要投给你这么一个要啥没啥的小网站？爱德华被说得哑口无言，而叶冰凌也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如果他真的听信了爱德华，贸然投资的话，很有可能死得很惨。你懂得这么多，那如果你来做团购呢？我心里清楚，就算我是个重生者，也绝对不是王兴的对手。千团大战，血雨腥风，最后美团能够脱颖而出，那是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各种资本博弈的结果。我来做也会死得很惨。那这么说的话，团购的确不能投资。冰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我有美国的先进经验，你相信我，团购很有前途的。那刚刚说的那几个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这句话一出，爱德华直接哑口无言。这份投资计划，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吧。冰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对不起，我有点累了，先走了，下次再聊吧。谢谢你的咖啡，再见。董事长，刚刚我说话有点冲，你别介意啊。不会，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这番话，我可能已经决定投资了，那可能就是一场灾难。当然是一场灾难，
我把你从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中拯救过来，你该怎么谢我？如果团购不能投资的话，那你觉得真实集团怎么样？什么？真实集团？混蛋！这个混蛋，他居然敢对我做这种事！什么？你要投资真实集团？根据我前世的记忆，真实集团是投资巨坑。虽说接下来几年真实集团市值突破1800亿，但是到了2016年就开始土崩瓦解，董事长贾贵国也跑到国外躲债，杳无音讯。冰凌，你认识真实集团的人吗？你知道陆小黎吧？跟咱们公司合作拍过广告的那个女明星，她也投资了，我也想跟着投一些。陆小黎，这一年陆小黎还没扫平嘻哈圈，甚至还没跟小亮公布恋情。你先别投资，原因我日后再告诉你。怎么这么神秘？好吧，刚好我有点饿了，先去餐厅吃饭吧。这件事就日后再说吧。你刚刚对团购的那些看法，都是你自己想的吗？我总不能说是我后世在杂志上看到的吧？没错，都是我平时观察和思索出来的。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的投资肯定打水漂了。没事没事，能帮助美女是我的荣幸。哼！我看了看时间，拿出了手机摆弄了起来。别人和我吃饭，巴不得一直和我说话，你倒好，居然玩手机。你难道不知道吃饭时候玩手机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吗？不好意思啊，美股马上就要开市了，我得下几个单。美股？你还投资了美股？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小子不应该接着说收益多少吗？怎么一点都不主动？过了一会，菜上齐了，我随手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准备吃饭。叶冰凌看到我屏幕泛着绿光，心想：难怪不主动说收益，原来是赔了呀，活该。等等，美股的绿色好像是涨了的意思。他怎么这么厉害？不行，要想个办法偷偷看一眼。服务生，来瓶酒。印象中冰凌可是滴酒不沾，今天这是怎么了？莫非他有什么目的？难道他想……祥姐，蜜月粉红可以吗？可以。两位请慢用。喝一点吧。这是庆祝还是感谢？叶冰凌一言不发，一饮而尽，随后脸上泛起一丝微红。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有什么可说的吗？我看过你的简历，你出身于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开上宾利的。这好像是我的隐私吧？不说算了，喝酒。很快一瓶酒就喝完了，叶冰凌脸色绯红，神采也渐渐的飞扬起来，完全不再是平时那个冷若冰霜的状态。冰凌，你别喝了，差不多了。不行，再来一杯。可你已经喝醉了。我没醉，你陪我喝。这就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呀。哎，董事长，那你可就别怪我了。我带着叶冰凌走出餐厅，直奔酒店。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穿的睡衣？冰凌，你醒了吗？混蛋，这个混蛋，他居然敢对我做这种事！叶冰凌下了床，气冲冲地跑到门边。冰凌，我给你送早餐来了。你昨晚对我干了什么？你昨晚喝醉了，我不知道你的住址，总不能把你丢在大街上吧？你送我来休息可以，可你为什么？我怎么你了？我的衣服是谁换的？你说衣服啊？是我请酒店服务员帮你换的。不是你。我怎么会干这种乘人之危的事情？完了，多年营造的冰山女神人设彻底崩了。走吧，回公司吧。当着我的面看美女，你是不是不把老娘放在眼里啊？哎呦，疼，老婆你误会了，我不是看美女，你明明就是在看刚出去的那个美女。那是我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就是你经常说的那个冰山美女？没错，而且跟他一起的那个人是我同事。开车前往公司的路上，我总觉得车里的气氛有点尴尬。那个董事长，你很喜欢炒股吗？我最近有个看好的股票，要不要给你推荐一下？飞翔集成还不错，你可以入手一些，我感觉最晚下个月就会有一波行情。停好了车，叶冰凌先去了公司，我等了好一会才进去。好你个Y13，哥们只是回老家探个亲，你就干出这种事。胖子，我干啥了？老实交代，你跟董事长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还装？今天早晨有人看到你和董事长从酒店一起出来，别说你们昨晚在酒店只谈业务来着。完了，这个好像有点说不清了。
不用说了，哥们为你感到骄傲，涨工资全靠你了。你怎么不反思一下你自己？工作够努力吗？苟富贵，勿相忘。他推荐的这只股票能行吗？一直在跌。小美人在想啥呢？唐诗诗，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谈恋爱了，过来审讯你。你听谁说的？我今天跟李军见面谈杂志封面的事情，他告诉我的。什么鬼？他是疯了吧？他还说你男朋友是公司员工叶冰凌啊，叶冰凌，你总提醒我不要和大戏的男演员谈恋爱，没想到你这个小兔子吃起窝边草来了。你说你是不是搞潜规则了？你别听他们胡说，没有的事。还不承认？李军说那个人叫Y13，你为了谈恋爱方便，特地把人调到隔壁，还有人看到你们两个今天早晨从酒店一起出来。你听我狡辩。随后叶冰凌就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你都喝得不省人事了，他送你到酒店开房，然后什么都没做，是不是他有什么问题？你自从拍完《剑仙奇侠3》就学坏了，学得油嘴滑舌。好了，我不逗你了，我说认真的，这男人还不错，挺适合你的。我们真没什么的，我只是想跟他学学股票投资。你看，这就是他推荐给我的股票。有这么厉害吗？我平时也研究股票的，怎么不知道飞象集成有利好消息啊？我看啊，你就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男人说什么都相信。我没有，干脆中午一起吃个饭，我替你考考他，如果能够通过我的考试，我就相信你真的只是跟他学东西。那我问问他吧。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我闺蜜唐诗诗想见你。你是海州本地人吗？我是粤省的，考上海州大学之后才过来这边。外地人啊？那你现在住什么地方啊？买房了吗？我现在租房住。那以后有买房的打算吗？只有买房子才算真正的海州人。买了。多大平方啊？大概3000平吧。你买的是住宅还是厂房啊？住宅，买了28套。我刚在远航新苑买了2个单元，倒也没说谎。冰凌，你这小男朋友还真是不靠谱。看在冰凌的面子上，唐诗诗又换了个话题。我听说你炒股很厉害。还可以吧。赚了多少钱啊？不问女人年龄，不问男人收入，这好像是很基本的社交礼仪吧？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肯定是赔了很多钱。唐诗诗以为我在吹牛逼，在心里默默地给我扣了几分。算了，我们吃饭吧。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声惊呼：“Y先生，真的是你！”我扭头看去，是远航地产的销售部经理袁芳。哟，袁经理，这么巧啊？是很巧啊，我请几个朋友过来吃饭，远远看着像您，过来一看果然是您，难怪今天一大早出门就听到喜鹊叫，原来是会遇到您这个贵人啊！这也太能拍马屁了吧！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家高档餐厅，同事们听说我做了您的大单，非得让我请客。你们不是总跟我打听，一口气买了2栋楼的大客户是什么样子吗？今天就看到了，这位就是 Y 先生，远航星苑最大的业主。Y 先生您好，我是远航星苑销售部的小陈。Y 先生，我是远航星苑销售部的小刘。你们好。Y 先生，那我们就不打扰您和朋友用餐了。好。唐诗诗显然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于是开口问道：“刚刚这些人都是干嘛的？”我随口说道：“都是卖房的。”那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我听他们说你是大客户。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我买了28套房。叶冰凌和唐诗都倒吸了一口凉气。Y 先生，我已经帮你们结完账了，祝你们用餐愉快。那就谢谢袁经理了。1000多块钱呢，怎么好意思让你朋友结账？这顿饭应该我请的。没事，他在我身上开了大单，提成几10万，请一顿饭也是人之常情。真凡尔赛。酒足饭饱后，大家都回了公司。冰凌，我还是怀疑这小子吹牛，待会儿你配合我一起看看他的股票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投资方面该做的都做得差不多，接下来我准备把精力放到期货投机上。根据我前世的记忆，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棉花的价格会像过山车一样暴涨和暴跌。我随即叫陈青莲向我的账户里转了5000万，同时启动20倍杠杆。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超过5%的波动，我的资金就会平仓。2个主力做多合约同时建仓，先拿2万手。建仓完毕，我去厕所嘘嘘，谁知我刚走没一会儿，叶冰凌和唐诗诗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替你望风，你看看他电脑。
叶冰凌嗯了一声，目光落在屏幕上，顿时愣住了。怎么样，找到了吗？他买了棉花期货5000万，20倍杠杆，买了2万手。什么？他一定是疯了。我嘘嘘完回到了办公室，享受着下午美好的时光。转眼到了下班的时间，叶冰凌和唐诗诗来到了我办公室。董事长，有事吗？我有话要跟你说。出什么事了？还不是因为你，冰凌下午都在担心你。对不起，下午我们偷偷进了你的办公室，看了你的电脑，你买棉花期货的事情，我们知道了。看来下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可得把门锁好。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投那么多钱，还用了20倍杠杆，你难道不知道这么做的风险吗？只要一个小波动，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我知道，知道你还敢这么做？冰凌，咱们走，不管他，等他亏光就知道风险了。谁说我亏了？交易所刚结算完毕，你们要不要看看我今天的战果？叶冰凌和唐诗诗对望一眼，走过来看向电脑屏幕。个10把千万点爷爷900万。在他们的注视下，我轻点鼠标，把900万盈利又投入进去。你干嘛？你都赚了这么多了，见好就收吧。你好歹也是个明星，怎么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才900万，早着呢。唐诗诗瞬间脸红，她虽然拍了好几部电视剧，可片酬一直都不高，900万对她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今天只是刚开始，棉花的行情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到时候我自然会收手的。我下班了，先走了。回到家中，我开始盘算着未来的计划。未来将进入信息化时代，得打造一个以通信、社交和内容为主的生态圈。Instagram 还差着点意思，除非那个软件。我越想越兴奋，脑子里冒出一盘大棋，又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起来。还以为我赚钱的速度足够快了，现在看来还是不够快，钱永远都不够用。好在时间还有一点，最晚不能晚于明年4月。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怎么搞的？居然比前世996还累，这样下去我恐怕活不到2023年就要猝死了。第二天，我还是早早的起床，来到了办公室。李军一脸谄媚的走了过来。Y13，恭喜你，套套公司非常喜欢你的文案，决定和我们公司长期合作，你给公司立了大功。我微微皱眉，军哥，签个合同而已，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别叫我军哥，叫阿军，阿军比较亲切，你叫我阿军，我叫你歪哥。我想了想，实在难以开口，于是转移了一个话题。找我有事吗？歪哥，你进公司也1年多了，以前我在工作上对你要求比较严格，那都是为了激发出你的潜力，你可千万不要记恨我。就签个合同而已，至于这样吗？难道你和董事长的关系我都知道了，你尽管放心，以后在公司里面，你说东我就往东，你说西我就往西，我就是你手里的一杆枪，你指哪我就打哪，为你上刀山下油锅绝无二话。哎，看来洗不干净了啊！阿军，你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多谢歪哥器重。对了，还有一件事，套套公司需要投放广告。他们在哪投放？男人风、时尚男士和体育画报这几个男性群体为主的杂志。我摇了摇头。你去跟客户说，杂志广告已经不流行了，而且时效性太低，缺少反馈。真想爆火，去微博做。微博那上面也能做广告。我靠着前世的记忆给套套公司写出了爆款广告词。就在犹豫如何进行推广时，我想到了微博。微博那上面也能做广告。你好歹也是个广告人，怎么一点都跟不上形势？微博的用户数马上就要到5000万了，好些明星的粉丝都超过100万了，哪个传统媒体能有这么大的覆盖面？这么多，总督假都。趁着微博刚兴起，用户的兴趣浓厚，套套公司正好抢占先机，打出名声号，品牌自然而然就塑造起来了。等其他厂家醒过神来再搞这一套，大家只会认为他们是在模仿。实在是高。客户那边你去沟通，文案我来做。记住，这是高科技新媒体的广告策划，得让客户加钱。我明白了。随后李军就屁颠屁颠的跑去和客户沟通。由于昨晚搞得太晚，我直接倒头睡了一觉，直到被电话铃声吵醒。接通电话，却听到了对方的哭泣声。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都怪我，
都怪我不好。先别哭，你现在在哪？我去找你。我在公司旁边的马路上，我不知道该去哪儿。你等我。我驾着车一路狂奔，半小时不到就赶到了姚思璇公司附近。上车。思璇，怎么了？绿野文化取消了下个月的展会，都是我拖累了公司。你不要有压力，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你怎么解决？我找个朋友去跟周长华谈谈。送姚思璇回公司后，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喂，刘董你好，我是 Y13，有件事想要拜托你。打完电话，我直奔绿野文化总部所在的绿能大厦。等了大约半小时，刘恒坐着车来到了我面前。刘董，多谢帮忙。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欠债，不管是钱还是人情都一样，能帮你这个忙也是我的荣幸。那就请吧。请问两位有什么事吗？找人。找哪个部门的哪位呢？周长华。找我们董事长，你们有预约吗？没有预约，你告诉他，新恒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刘恒先生想要见他。前台迟疑了片刻，还是拿起了电话。片刻之后，他开口道：“两位请跟我来，董事长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们。”乘坐专用电梯直达绿能大厦顶楼，刚走出电梯，就看见一位男子站在门口。刘董，这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准备一下？我也是临时接到这位小朋友的电话，陪他过来做个斡旋。周长华一愣，又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这位是？周董您好，我叫 Y13。两位请进吧，有什么事咱们进去慢慢谈。小兄弟，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不知你有何贵干？我其实就是想来问问，绿野文化作为美股上市公司，对于合同信用问题是怎么看的？是不是自己签署的合同都可以当做废纸一样，说违约就违约？此话怎讲？身为一家在美股上市的公司，贵公司的一举一动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着华夏上市公司的脸面。这类违背契约、管理混乱的行为，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对贵公司的股价产生影响。小兄弟严重了。周长华也没有在意，而是觉得我在危言耸听，但碍于刘恒的面子，还是开口道：“这件事我并不完全清楚，不过若真如小兄弟所说，我会问问下面的人，让他们改正过来。”只是改正？难道周云浩公器私用，不该向汇聚策展道歉吗？此话一出，周长华脸色微沉，就连刘恒也觉得诧异不已。你想让我儿子道歉？做错了事情就应该道歉，否则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那就谁也救不了了。错的是你才对。什么叫公器私用？我是绿野文化最大的股东，绿野文化就是我家的，这不是公器，是私器。至于让云浩道歉，更是可笑。云浩敢道歉，有人敢接受吗？刘董，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这个小兄弟太不懂事，这件事不必再说。周董不必急着做决定，我相信时间会让你冷静下来，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等你的道歉。说完此话，我直接起身扬长而去。这都哪儿冒出来的精神病？今天的事你别放在心上，以后我公司那边有会展方面的业务，可以交给你朋友做。刘董觉得我在乎的是100来万的业务吗？你一幅画就赚了3000多万，我想应该不在乎。在乎也好，不在乎也好，绿野文化得罪我了，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做空绿野文化的事情，迟早瞒不住，我要给自己找个正当的理由。今天这一幕就是这个目的，而刘恒就是我请来的证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我回头再给周长华打个电话。不必了，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谢谢刘董。对了，刘董入股的水木同源还好吗？你问这个干嘛？刘董如果还要继续等分拆上市的政策，会损失越来越多，及早脱手才是上策。原来你今天找我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也可以说是一箭双雕。难道你也懂股票？懂也好，不懂也好，水木同源的水都太深了，不适合刘董折腾。我手头倒是有些不错的投资机会，刘董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谈谈合作。例如呢？那就得找个地方详细的聊聊了。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咖啡店，那里的卡布奇诺和草莓蛋糕都很不错。哦，我恰好很喜欢吃草莓。我回到了公司，刚到办公室，就看到唐诗湿气冲冲的走进来。你还知道回来啊？唐小姐，你不是个演员吗？难道最近没戏拍吗？为什么天天都泡在我们公司？我当然有戏拍，再有1个多月就开机了。
等等，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你知道吗？林林生了一下午的闷气，为什么生气？还不是因为你旷工。那就扣我工资吧。扣工资，美的你，我看你这回要倒霉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叶冰凌办公室。你去哪了？谈业务去了。套套公司的文案呢？我眼看情况不对，丢下文案就开溜了。真是受气，要不是你前世对我有恩，身为重生者的我，还真不屑来这里上班。叶冰凌看到我跑了，于是拿起文案看了起来。站稳扶好，今晚我也打算这样提醒你。一条条文案看下去，看得叶冰凌面红耳赤。流氓，臭流氓！我回到办公室，打开了电脑。今日棉花又涨了90块，我把盈利全投进去后，电话响了起来。妈，发生什么事了？身价过亿的我去给父母买别墅，却被人嘲笑100块都拿不出来。白兰，我准备过来给我父母买栋别墅，你现在有空吗？买别墅？我现在就在售楼部，你过来吧。歪总，你不是刚买了28套房子吗？怎么又来买别墅呀？我给我父母买一套，他们在农村住习惯了，住大平层不适应。这是什么土豪啊？真有钱！就在这时，一男一女走了过来。哎呦，好巧啊！这不是白兰吗？这是你男朋友吗？你误会了，这是我的客户。我和赵凯打算买房子，听说你在这里卖楼，特地过来请你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打算在这买房，是赚大钱了吗？才一套房子而已，没什么了。倒是你，听说这2年也混得不错啊，在海州买房了吗？我还没买。你怎么还没买房啊？我还在攒首付。我还以为你早就买房了呢，不过海州房价这么高，买不起也正常。不好意思，我要给我的客户介绍房子了。还介绍什么呀？我和你们总裁认识，你把我们伺候好了，提成少不了你的。就是，看他这打扮，怕是100块都拿不出来吧？哦，你们就这么狗眼看人低？哈哈哈，你有实力，你买一套啊。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没事，跳梁小丑罢了。就在这时，一群人走进售楼处，为首的正是远航新苑总裁。咱们也太有面子了吧，薛总居然亲自来接待。薛总，我们就买一个小房子而已，居然还劳动您的大驾，真是太客气了。你们2位是？薛总，我叫赵凯，我爸爸是凯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如果要谈合作的话，去找工程部；要买房的话，直接问售楼小姐。说完这句话，他径直朝我走来。怎么回事？不是来接待我们的，那他来干嘛？歪先生你好，我是薛显贵，我正好在视察这边的楼盘，听说你这位大客户来了，特地过来拜会。见到这位前世鼎鼎大名的地产大亨，我也有些惊讶，却依然淡定的道：薛总客气了。歪先生上次来给我们远航新苑送了一单大生意，今天又有什么指教啊？我笑了笑，我打算给我父母买栋别墅。歪先生这么孝顺，我必须得支持。今天你不管买哪一栋，我都拍板给你市场最低价。薛总此话当真？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盼着你不客气呢，你越是不客气，我就赚的越多啊。那好，刚刚白兰说9号别墅位置最好，我觉得不错，所以我自己留一栋，再买一栋，以备有些亲戚来海州串门，正好把那一排都买了。你的意思是买3栋？没错，8号、9号和10号我全都要了。啊，上次是2栋，这次是3栋。歪先生每次来果然都能带来惊喜，你这么爽快，我也不能输给你，发5折怎么样？3栋别墅将近3000万，薛显贵张口就给打了85折，直接打下去一套洋房的价格。那我也不客气了，多谢薛总。你是我的财神爷，我得谢谢你才对。手续让下面的人取吧，咱们去喝杯茶。没问题。对了，房价可以打折，提成可不能打折。提成肯定不会打折的。上次的2栋楼也是从你手里卖出去的吧？小姑娘不错，很有能力。明天到集团人事部给你安排个新岗位。谢谢薛总。坐吧，去我办公室喝茶。随即我和薛显贵就离开了售楼部，只剩下这2人愣在原地。我们还买房吗？买什么？还嫌不够丢脸吗？快走！歪先生年少有为，不知是做哪一行？我是做投资的。主要投资哪些方面？股票、外汇、期货、实业，只要能赚钱，我全都有所涉猎。果然英雄出少年，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工地上搬砖呢。薛总说笑了，你白手起家的故事我也有所耳闻。
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呢。没想到 Y 先生还挺了解我，看来平时没少关注房地产市场啊。房地产这种暴利行业，我当然会更加关注一点。道理，房地产现在很难做。不瞒你说，我去年新开发的远航新苑和远航新天地销售情况都不太理想。远航新苑好在有你这位大豪客替我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新天地那边还是没有起色，我正发愁呢。远航新天地，我隐约记得，就在明年5、6月份，海州更改了原本的地铁规划，在远航新天地附近增设地铁站，直接带动整个地块蓬勃起飞。Y 先生，你有没有兴趣投资房地产的？难道薛总缺资金啊？做我们这一行的，永远都缺钱。后市随着恒泰的暴雷，很多房地产公司基本都在亏损，但是那也是10多年后的事情。现在的房地产依然是暴利行业。我可以给你投资，但我有个条件。请说。我要包下远航新天地的销售权，1年之内全部回款。你说你要包下远航新天地，不是远航新苑？我想包销远航新苑，薛总舍得给吗 ？Y 先生，你确定不是开玩笑吗？薛总觉得我会开这种玩笑吗？如果是真的，我可以给你最优惠的条件。那我们就深入的谈谈吧。Y 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等到薛显贵离开，白兰才怯怯的走过来。你和薛总谈什么了？聊了聊合作的事情。对了，如果我想请你为我工作，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会，只会卖楼啊。没错呀，我就是要你卖楼。我把远航新天地包下来了，准备大干一场，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帮我？我的天，我到底接待了一个什么样的客人啊？不用急着回答我，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再好好考虑一下，我这边随时欢迎你。身价过亿的我刚拿下一个小区的销售权，准备收购一家销售公司，没想到却被员工嘲讽。歪总，我考虑好了，我跟着你干。好，跟着我干，待遇肯定不会比现在低。你做了个明智的决定。天色不早了，你先回去吧。那我就先走了。等到白兰走后，我掏出了手机，给陈青莲打去了电话。歪先生，您好，有什么吩咐吗？我想注册个销售公司，还需要管理、销售、法务、人事方面的人才。你这是要做大事业啊？我打算和远航地产合作，需要成立公司对接，越快越好。你不是在那里买房吗？怎么还有合作？我准备包销远航新天地。远航新天地这么偏僻，他投资这里干嘛？不过陈青莲并没有多问，他的职责就是帮我处理金融方面的问题。我有个朋友，他认识的一个老板正打算转让公司，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好，你尽快安排。回到家中，我根据前世的记忆连夜写出了一份推广计划，准备明天去微博公司寻求合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陈青莲打来的电话。歪先生，我帮你联系好了，你现在有空吗？可以直接去公司那边谈。好，我马上过来。我驾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陈青莲已经等在门口。歪先生，今天要去的那家公司叫新锐公司，本来生意还不错，可是08年经济危机，老板投资亏了一大笔钱，坚持了2年，有点撑不住了，就想把公司卖掉。走吧，进去吧。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双方拉扯下，最终成交价为43万。歪先生，这里就交给你了，祝你好运。马上召集所有员工开会，我有事情要说。很快，员工们都来到了会议室。我今天第一天接手，很清楚公司现在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接下来公司会有一个很大的项目，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重新出发，一起前进。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太年轻了，我可信不过。就是，公司这个烂摊子，你还想开花不成？说话的正是公司里面威望最高的两人。行，那你俩去财务结一下工资。可是，还有要辞职的吗？没有。看到我态度如此强硬，下面的人也都低下了头。好，大家好好干，留下来的人工资翻倍。陈经理，陪我去一趟新郎大楼，我去和他们谈谈合作。散会。请问2位有什么能为你们效劳的吗？我是猫园广告的，想见一下贵公司负责微博推广业务的主管。不好意思，要见主管及领导的话，需要提前预约。请给那位主管打个电话，就说做梦银行高级财务经理陈金莲想要见他。请稍等。2位可以进去了，苏主管在12楼1209室等你。
你怎么有这么大面子？他们盖这栋大厦的钱是跟我们做梦银行贷款的。果然债主大爷的面子比较大。做梦银行的陈经理是吧？你好，你好。苏主管，我不是今天的主角，今天我是陪歪先生来的，他想跟贵公司谈个合作。好在债主的面子比较大，他还是开口问道：“具体是什么合作？先生说一说吧。”我把昨晚写的合作方案递了过去。歪先生，你这个合作项目我有点没看懂，你的意思是你在微博上搞活动，却不给我们任何费用，还要微博免费给你引流，你是不是不太清楚目前的行情啊？我淡淡一笑，苏主管的确没看懂。歪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质疑我的专业水准？我承认你这个方案不错，可我们公司是有规章制度的，如果你想在微博上做活动，就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支付应有的费用，不然的话，我也只能说抱歉了。好吧，既然新浪微博没兴趣，我去找企鹅微博吧，或许他们会感兴趣的。就在这时，一名女子走了过来，苏萍看到连忙起身道：“马总，你是 Y13？请问你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马文轩，是新浪公司海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媒体推广宣发外联工作。我父亲是马少天。哦，马总的女儿，幸会幸会。我从父亲口中听说过你的事情，也看了那天拍卖会的视频，所以对你印象很深刻。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会在这里？马总，歪先生是来谈合作的，我们正在商谈细节。是啊，我来给你们公司送大礼。哦，什么大礼？我包下了一个小区的销售权，想和微博搞个联合推广活动。我做了个策划方案，可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刚刚才给苏主管过目。是吗？苏主管，你感觉怎么样？苏萍不敢胡乱表态，唯恐站错了队伍，只能挤出笑容道：“我还在考虑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要不马总帮我看一看？”好啊，那我就看看，也学习一下。不看不知道，当马文轩看到最后一个字时，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这份方案是你做的？是的。太精彩了！虽然我从事这一行已经有不少时间了，还是被你上了一课。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项目如果可以做出来，肯定能够在微博的发展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马总过奖了。不过你也太抠门了，1分钱都不想出。如果能够在费用方面达成一致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可以做的。整个项目我的预算只有400万，而这400万的每一分钱都要投到项目的执行中去，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付给微博。如果贵方觉得无法接受，我也只能表示遗憾了。但市场上的微博产品并非只有新浪，我也可以去活力或者企鹅，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有这么一个爆款项目，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追上新浪的脚步。马文轩正在认真分析我说的话，我于是继续输出。马总应该看得出来，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远航新天地打广告，同时也可以帮助新浪引来巨大的流量。在这个流量为王，流量就是钱的时代，难道不就是新浪获得的巨大利益吗？我希望贵方的目光能够放得长远一些，经此一役彻底打败其他微博，独霸市场。这个项目的前景非常庞大，绝对不能给竞争对手拿去。随即马文轩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这个项目也未必一定要跟你合作，按照你的方案，我们去找个其他公司，不也一样可以吗？我刚包下一个小区销售权，没想到一天就卖出去30套。这个项目也未必一定要跟你合作，按照你的方案，我们去找个其他公司，不也一样可以吗？此言一出，苏萍眼睛一亮，其实这也是她的想法，找其他公司做个类似的活动出来，效果肯定也能爆。本来以为银行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行业，没想到互联网企业更不要脸。面对他的这种想法，我也是预料之中，还好我关键的步骤没写到方案上。没问题，这个方案就送给你了，还好我藏了几手，希望可以跟你们打个擂台，看看哪一家的效果更好。我和你开玩笑呢，你是我父亲的朋友，我肯定不能坑你呀。这样吧，项目方案我再研究一下，最迟今晚下班之前，我给你确切的答复。好，我给马总1下午的时间，5点钟我要结果。歪先生，你就不怕马总把你的项目剽窃去？他要抄就抄呗，老马家不就是喜欢抄吗？这个方案他最多只能抄到皮毛，抄不到精髓。1下午时间很快过去，我又回到了新浪公司。关于这个项目的事情，我们公司原则上可以接受，但有一些细则需要更改。请说。
公司上层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愿意和你合作。为了配合你的项目，也愿意改变规则。可是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本公司的利益，我们需要你签一个对赌协议。怎么个赌法？按照你的方案，推广期为1个月，一共4轮，公司会全力配合你，做好每一轮的推广。但你必须要保证每一轮次吸引的流量达到预期目标，只要达到我们的数据要求，就可以推进到下一轮。如果无法达到，你就要支付一定的费用。面对这样的处理方式，倒也在我的预料之中。还好我靠着前世的记忆照搬了王思笨的抽奖活动，在这个互联网刚起步的时代，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签。好，合作愉快。等到我走出大楼后，我给李军打去了电话。阿军，立刻联系套套公司，说远航地产将和他们做联名活动，看房送一盒套套。还能这么玩？你照做就是了。周末晚上，打工人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刚刚吃过晚饭，准备享受假日。呱呱，帮我看哈下无法的那条微博，有没有人给我评论来？你一共才20几个粉丝，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评论？老子数到3。瓜婆娘，我看。男子打开了电脑，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排行榜，热搜第一的正是远航新天地100万大抽奖。我日，怎么可能？这转发评论是不是系统卡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姚嘴的微博平均也才2000评论和500转发。呱呱，这是真的假的？真的会给现金吗？好像是新浪官方联合举办的活动，应该不会骗人吧？那我们要不要转发评论一下？肯定啊，买彩票还得2块钱嘞，这是白给的机会，为什么不嘞？在活动的诱惑下，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到抽奖大军中，短短1晚上转发评论就突破了100万。此时新浪的总部，众人看到疯狂涌入的流量，都惊呆了。这是真赌假赌，怎么流量涨得这么快？曹总，这是真的，我们已经升级了20多个服务器。太好了，这下企鹅和狐狸就只能被我们踩在脚下了。随即曹总就拨通了马文轩的电话。曹总你好，我是马文轩。恭喜你，这个项目做得非常好，目前反响非常强烈，数据一直在上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谢谢曹总，这个项目的效果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会在目前的基础上深入发掘潜能，继续扩大影响力。你能有这样详尽的准备，说明了你的能力。文轩，这个项目过后有没有兴趣往总部挪一挪？曹总，整个项目从提出到策划到执行，全都是Y13一手完成的，我只是起到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我个人感觉他在新媒体运用方面的嗅觉和能力远远超出想象，所以我有个想法，暂时留在海州，尝试吸收他加入新朗的团队。您觉得呢？文轩，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非常高兴，我完全支持你的做法，我的邀约也会一直有效。吸收 Y13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来处理，如果需要总部方面的帮助，你尽管开口，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能够在兖州见到你和 Y13。流量的暴增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才终于平缓下来，而评论中也有各种的声音。真有奖金吗？不会是骗人的吧？怎么抽奖？别跟双色球似的暗箱操作啊！反正抽不到我就是有黑幕。开发商天天哭穷，结果随便一抽奖就是上百万。大家要记住，羊毛出在羊身上。虽然有所准备，但是当我看到数据后，还是有所震惊。我记得2018年王思笨搞了波抽奖，转发数达到了惊人的2500万，不知道这次能有多少呢？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远航新天地的楼盘，这里已经人山人海。白兰，今天战绩怎么样？Y总，今天看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根本忙不过来，目前已经售出2套了。好，一上午就达到了平常半个月的业绩。还有一部分人是冲着礼品来的，我们这个买房送套套的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年轻客户。你记住，医生、老师，尤其是附近的高校的教授和讲师，对这些客户可以允诺高折扣或者减免物业费、停车费的优惠政策。只要他们愿意来看房，可以派车接送，或者补贴车费和赠送礼物。总之，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拉他们过来。这些客户对于小区位置的要求比较高，恐怕不会看中远航新天地吧？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我知道，我本来也没打算卖房给他们。当有大批看房客涌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这些客户的身份，造成附近即将搬迁过来医院、学校，甚至新建大学城的印象。这不是骗人吗？现在的确是骗人，但半年后新规划一出，
何止是医院、学校、大学城，各种商业配套也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好的，我会照做的。到了晚上，我看到单日30套的销售额，还是震惊了一下。没想到互联网效益这么大，单单一天就卖出去这么多。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就给做梦银行吴宗林打去了电话。吴行长，我要贷款。我去做梦银行贷款，一通忽悠后直接空手套白狼3亿。歪先生，您要贷款？没错，您觉得远航新天地那个楼盘能抵押多少钱？这个楼盘难道是你的？没有，我只拥有销售权。吓死我了！歪先生中奖也才半个月，如果这么快就拥有了一个楼盘，那可太令人惊恐了。吴老哥，我算是贵行的优质客户吧？那是当然，百夫长黑卡持有人属于最优质的客户。我想从贵行再贷一笔款，利息可以按照最高限额来支付。你要贷多少？3亿。你要这么大一笔钱做什么？吴老哥，你知道新天地门口那块地吗？你要买地？远航的薛总资金周转不灵，不然也不会把这个楼盘交给我报销。那块地就是远航拍下来的，因为缺少开发资金，只能闲置。现在谁能拿得出3个亿，就可以接手这块地？你想当开发商？不，我只想倒卖这块地。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趋势不明朗，你这个时候往里面闯，风险太大了。有风险的地方才有赚大钱的机会。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我们银行是有风控系统的，还有很多规矩和限制的。你想贷款是需要抵押物的。我有抵押物，远航新苑28套洋房，3套别墅，1辆宾利轿车，1家房地产销售公司，远航新天地的楼盘报销权。你刚刚说的这些，很多都是无法贷款的。你买的洋房和别墅本身就是贷款，能贷出来的数字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我在贵行应该有1亿多的存款吧？歪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很多银行都会抢破头来争抢我这个客户，我可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才来找你贷款的。马上就要晋升了，这个节骨眼可不能出岔子。贷款可以，可是你这些抵押物最多只能贷款1亿。如果我买下这块地，然后再抵押给贵行，能不能贷款3亿？什么？可那块地还不是你的？只要你借给我钱，就是我的了。他得先是你的，我才能借给你钱啊。顺序其实是可以调换的。我们做梦银行出钱帮你买下这块地，然后你再抵押给我们。你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老哥，别说的那么难听，我这不是还出了500万吗？还抵押了那么多财产，而且你们也不是白干这件事啊，你们能收很多利息呢。前世小燕子一家就是靠这一招，只出资6000万就撬动了30亿杠杆，差一点就把某个上市公司的控股权给拿下。吴老哥觉得怎么样？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就推进起来。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我和上面打个电话。吴宗林出去打了1个小时之后才回来，额头上的汗已经干了。老弟，我的身家性命全都交到你手上了，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老哥放心，做梦银行今年的利润一定会创造新纪录的。走出做梦银行，我准备去远航新天地看看销售情况，没想到居然在门口遇到了齐刚和孙楚涵。Y13，我早看你不爽了，今天我就教训你。孙楚涵，你有多爱我呀？分手这么久还惦记着我。小子别废话，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一顿，我都没脸在海州混了。我看谁敢动我们老板！臭宝蓝，别没事找事，给我滚开！老板，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们2个记住，以后再出现在我面前，就不是挨一顿打这么简单了。滚！你身手不错，当过兵吗？我当了6年兵，去年刚退伍。怎么不继续在部队里干呢？我也不想退伍，可家里父母没人照顾。你就没打算找个好点的工作？我文化水平不高，高中都没读完，招聘会那些单位都找大学生，我去应聘也没人要啊。现在的工作也挺好的，时间灵活还轻松，1个月能拿2000多，我已经很满足了。会开车吗？我在部队学的开车，退伍之后拿了个臂照。好，这几天你帮我开车。老板，我不敢，您的车太贵了，万一剐蹭了，我可赔不起。放心吧，就算撞烂也不会让你赔的。去新郎大楼，从今天起，你的工资翻倍。谢谢老板，我会认真工作的。
我约了马文轩讨论下一步的推广，一直从5点做到8点，马文轩才赶来。对不起，我迟到了。没事，也才3个小时而已。我也不想，可是董事长和 CEO 吵得不可开交，我总不能提前离开吧？老汪和老曹是为了 MSN 的事情吵起来的。你怎么会知道？前世的下个月11日，新浪微博和 MSN 宣布战略合作。我本以为这个时间点已经放出风来，没想到还是机密。我在硅谷有熟人。这是在公司内部是机密，我还以为有人透露给你呢。你千万不要传出去，合作的事还没最后敲定呢。敲定也没用 ，MSN 只剩一口气了。你们以为新浪和 MSN 2个弱者联手就能撼动企鹅在即时通讯领域的地位？简直就是做梦！怎么会是做梦 ？MSN 是仅次于企鹅的第2大即时通讯软件，在办公用户中的占有率很高。我们拥有微博和博客2大阵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为什么不能打败企鹅？你见过农村的鹅吗？什么鹅？鹅是农村一霸，平时看起来傻乎乎的，真发作起来，什么阿猫阿狗都会被它啄得满地跑。你以为企鹅只是企鹅，其实它是农村大鹅，凶得很。你这个比喻，算了，这件事情不说了，就让他们去吵吧。记住，要站在老曹那边。为什么？我只是觉得老曹有胜利之姿。根据我前世的记忆，再过1年老曹将会执掌新浪大权，再过4年登陆美股。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对了，你晚上有空吗？没啥呀，我就回家睡觉了。我想你陪我喝酒。我花300万买下一块破石头，众人都笑我人傻钱多。然而下一秒他们就傻眼了。爷爷，我把 Y13也带来了。叶老爷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又和眼前这个年轻人继续交谈。我倒也没有在意，而是在原石区打量了起来。当我目光落在一颗大石身上，我不由得浑身一怔。难道这就是前世新闻里看到的那块石头？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叶冰凌的呼唤，我随即走了过去。爷爷您好。哼，小丁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孙女叶冰凌。你们年轻人应该很有共同语言，可以留个电话，以后多联系。叶小姐你好，李元丁高峰，目前担任丁氏珠宝集团的总裁助理。小丁，刚刚你说这些原石都是从缅甸帕敢运过来的，里面会不会开出翡翠啊？老爷子看中哪一块了？我帮你参谋一下。我刚刚觉得有一块不错，你给我看看。随后一群人就来到了原石区。老爷子看中哪块石头了？我觉得这块石头看着好像还不错。丁高峰仔细的看了看。老爷子，这颗石头出绿的几率非常高。好，就听你的。老爷子，我觉得这颗石头不太行，还是不要浪费钱了。此话一出，众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到我的身上。他是谁啊？叶家的人吗？怎么没见过？人家小丁专家都说能出绿了，他算哪根葱？叶老爷子笑道。小丁说了，这块能出绿，他是专家，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老爷子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对玉石也只是略有了解，不敢夸这种海口。反正这颗原石也才10万，对您来说只是小数目，就算开不出绿也无伤大雅。瞧瞧小丁专家都会说话，越是专家越谨慎，反倒是一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喜欢乱说话。走吧，解石。解石师傅开始切割，第一刀下去，有眼尖的人就惊叫起来。出绿了，真的出绿了，小丁，你太厉害了。运气好而已。叶老，这颗石头要不要出手？我出20万。我出25万。想捡我的漏，别做梦了。师傅，继续捡。解石师傅又一刀下去。40万，卖给我吧。继续捡。又是一刀下去，石头被完整的切开，整个横剖面上只有刚刚那一点绿，除此之外全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石头。怎么会这样？幸好老爷子刚才没卖给我们，不然就亏大发了。我就说出不了。哼，你也懂玉石吗？那你更看好哪一块能出绿呢？原石出不出绿是个概率问题，就算是再厉害的专家，也无法做出100%精准的判断，能有个20%的正确率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刚刚的确是我走眼了，这位先生看起来对玉石很了解，能不能给我们指点一下，到底哪一块原石能出绿呢？我觉得这块不错。你该不会以为石头越大，出绿的几率就越高吧？哈哈，他可真会挑。这个石头在国内都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了，始终没有人拿下。没想到在海州碰到冤大头了。
歪先生真是高见啊！不过这颗石头太贵了，谁也无法证明里面有没有绿。叶老爷子此时脸色变得有点难看。我是叶冰凌带来见他的，丢的是他们叶家的脸。你要不再好好想想？老爷子，这颗石头买来玩玩，不用介意。这种石头都是用来镇场子的噱头，一般不会开出绿来，你有点太冲动了。叶小姐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根据我这些年在珠宝行业的见识和经验，没碰到过这种事情，可世界上无奇不有，今天说不定就出绿了呢。没见过是吧？那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如果你那颗石头开不出绿也没关系，这种石头一般很难开出绿来。哈哈，这种石头随便切一切就算了。就是啊，反正也不可能出绿，从正当中切开多省事。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嘲讽，而是让师傅直接开始。随即解释，师傅点点头，准备开始解释。只见师傅一刀下去，横切面没有任何光泽，看起来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哈哈，第一刀下去没见绿色，后面可就很难了。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示意师傅继续解释。随即师傅第二刀下去，只见刚才还是灰色的石头顿时泛出一阵紫光。出了，不是绿，是紫色。这是黄夹子，看这颜色，看这水头，真的是黄夹子。叶老爷子和丁高峰全都傻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根本看不上眼的石头之中居然藏着如此闪耀的黄夹子。先生，这颗石头1000万卖不卖？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都没想到我300万入手的石头，转手就涨到1000万。1000万？你跟我开玩笑了吧？师傅，沿着紫色边缘往里面切，小心一点。随即解释，师傅小心翼翼地沿着紫色边缘切了一刀。又出了，好大一片黄夹子。先生，我出3000万，这颗石头让给我吧。我出3500万。很快，大家就把价格抬到了5000万。我没有搭理他们，而是继续对解释师傅道：“再来一刀。”解释师傅深吸一口气，面对这么大一颗出了料的石头，他也有点紧张。随着师傅一刀再切下去，全场死一般的寂静。这也太大了吧，这颜色也太正了吧。我出1亿，先生卖给我吧。越来越多的玉石商人闻风而来，看到这块料子都馋得直流口水，喊出的价钱也一个比一个高。歪先生，你这颗原石是要出售吗？其实我们丁氏珠宝也很感兴趣。丁专家，你研究玉石10几年，有那么深的造诣，怎么不自己去解呀？为什么要买我的？我这运气不太好。哦，是运气不好啊，我还以为是学艺不精呢。行啊，你想买我就卖给你，一口价2亿5千万。丁氏珠宝花2.5亿购买皇家紫翡翠，殊不知我早已通过前世的记忆得知这块石头内部的乾坤。2亿5千万，这个价格太高了。如果你嫌贵，你可以不买。丁高峰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是我的报复，暗暗懊悔刚刚不该嘲笑我。Y13，这种运气得来之物，你也不要太贪心了。老爷子说的有道理，不过运气好不容易来一次，要是不抓住机会多赚点，下次可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各位，这颗原石一口价2亿5千万，不还价，谁出得起这个价钱，谁就可以立刻搬走。围观的商人都跃跃欲试起来。丁高峰急忙回答道：“谁跟我抢，就是与丁氏珠宝为敌。这块翡翠我要定了。”众人虽想得到这块翡翠，但碍于丁氏珠宝的威压，都低头作罢。你出2亿5千万，我可是要现付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讫，再不相欠。我要了，你把账号给我，我这就让公司给你打款。原石区一直都有玉石交易的范本合同，随即两人立刻坐下来准备签署合同。丁专家，你看好了没有啊？要不要再仔细看看？这么大金额的生意，万一搞砸了，我怕你没办法跟家里交代啊。其实我也是好心提醒他，因为我早已通过前世的记忆得知，紫翠料子只环绕在原石外壳下的前侧，内部依然是平凡无奇的石头。我是丁氏珠宝的继承人，区2亿5千万的生意，我还是担得起的。说完，大笔一挥，在合同上签上了名字。那就祝你好运吧。不多时，丁氏珠宝将款打进了我的账户，300万转手就变成2亿5千万。叶老爷子看得有点眼红，他白手起家操劳一辈子没赚到的钱，我只用不到2个小时就赚到了。小歪啊，这2亿5千万到手，你可不要乱花啊，要不让冰凌替你管着吧。我听到这话愣住了，随即转头对着叶冰凌说道：“爷爷的意思是，咱俩……”爷爷，你别乱说。
我怎么是乱说呢？小歪，你就说想不想让冰凌替你管钱吧？爷爷，你误会了，我和他其实还没到那种程度。你们别想骗我，你们两个的眼神就不对劲。真的没有。再说他很有钱，他开的是几百万的宾利，股票账户里有几千万，比我有钱的多。我怎么替他管钱啊？什么？你怎么可能这么有钱？老爷子，以后真要是和冰凌在一起的话，我肯定让他管钱。叶老爷子没说话，却在心里却打起鼓来。然而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丁高峰的哀嚎声。我回身望去，就看到丁高峰瘫坐在解石台前，浑身抖个不停。围观的一群人也在议论纷纷。怎么会这样？只有外面浅浅的一层，里面都是石头。就这还敢自称专家？以后专家的话我可不敢信了。丁氏珠宝这次可亏大了。我走了过去，就见籽料被切了一刀，露出下面灰秃秃的石料。哎呀，下面都是石头啊，太可惜了。丁专家，不好意思啊，让你亏钱。丁高峰猛地抬头，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叫道：“歪先生，歪哥，咱们商量一下，你把钱退给我好不好？”你跟我开玩笑吗？咱们可是签了合同，交易受到法律保护的。这颗石头现在属于你，无论你后面开出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至于退钱，你又不是3岁小孩子，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可我亏了这么多，我爸会打死我的。你不全退也行，退我1个亿行不行？5000万也行了。不好意思，我做不到啊。丁高峰又哭又嚎，可惜没人可怜他。离开赌石场，我和叶家两人来到了一家餐厅。小歪啊，其实啊，你们年轻人谈恋爱，我这个老头子不该掺和，但我还是得问一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听到这话，我一口茶水差点喷在叶老爷子脸上，我只好应付的回答道：“事业未成，何以为家？我和冰凌商量好了，等把茂源广告弄上市就结婚。”哼，你不会是想玩弄冰凌的感情吧？你不想结婚就直说。爷爷，其实公司上市已经有了一些眉目，我们最近搞了些活动，替公司争取到了几个大项目。只要保持这种发展速度，1-2年内上市不是没有可能。你说的是真的？随即叶冰凌就将韦伯的事情说了一遍。你们居然搞出这么大动静，我可是没想到。既然你这么有能力，我就放心的把冰凌交给你吧。多谢老爷子的信任，我会努力辅佐冰凌的。你还叫我老爷子啊，爷爷。这就对了。你们年轻人聊，我就先回去了。好的，爷爷再见。不好意思啊，我爷爷就是这样，他年轻时吃了太多苦，为了活下来得不择手段，这种习惯伴随一生，改不掉的。我能理解，只是这么直白的爷爷，我真是第一次见。那你是没见到叶家其他人，我伯父伯母、爸爸妈妈、姑姑姑父，还有我那些哥哥妹妹，有时候我都在怀疑，我没有变得跟他们一样，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爷爷说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他对你印象不错，短时间应该不会再逼迫我了，我也能做点事情了。你不会又要投资吧？你这是什么表情？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到广告公司的业务上来，好好经营的话，说不定真有上市的可能。你当我傻吗？我知道是你应付爷爷的话。我没骗你，其实我一直有个很大的规划，茂源广告也是其中一部分。你听我说。随即我把茂源广告以及即将去收购的唐朝影视借着绿野文化的壳子上市的计划告诉了叶冰凌。什么？你要吞并一个上市公司，把茂源广告、唐朝影视都注入进去？我怎么听着像天方夜谭呢？是不是天方夜谭？再过半个月你就知道了。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那可是美国上市公司啊！世贸双塔都能倒，上市公司凭什么就不能倒？再说他全身都是破绽，我不利用也会被别人利用，那还不如让他发挥一下价值呢。叶冰凌看着面前神采飞扬的男人，眼里闪烁起光芒。我去参加电视剧的投资会，却被人疯狂嘲笑。然而下一秒，他们就傻眼了。今晚见的是部博音的制片人，还有一位叫边哥的投资人。听说从92年就开始炒股，有10几身家呢。哇，赚了10几亿，好厉害！剧组一共还有2000万的缺口，主要还是希望边哥能投资。待会儿你进去之后，找机会跟边哥搭话，看能不能搭上他这波，跟着投一点。
我在旁边听着，也来起了兴致。步步为营当年网络播放量超过3亿，还在各大电视节上获奖无数，投资人赚得盆满钵满，更是捧红了唐诗诗和吴八龙等。你们这部剧真的能火吗？当然了，有我这个大美女当主演，怎么可能不火？刚进包间就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1-2千万的投资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让唐诗诗陪我喝3杯茶，2千万我投了。说到这里，气氛有些尴尬，于是蔡纯转头对着唐诗诗说道：哈哈，唐诗诗你回来的正好，边哥刚提起你。唐诗诗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自然不会把这种口嗨放心上。蔡姐，舞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抱阳广告董事长叶冰凌，他也有兴趣投资咱们这部戏。这位就是叶小姐啊，我听唐诗诗提过你很多次，没想到这么漂亮，比我们公司很多女演员都漂亮多了。叶小姐你好，鄙人边远人，准备投资这部电视剧。原来是边总，幸会幸会。叶小姐也想要投资我们这部戏。我听唐诗说，这部戏的编导演员都在水准之上，还没开拍已经被芒果台预定，很有投资前景。我最近正好想要开拓一下业务，所以有这方面的意向。我们的确有一些资金缺口，如果叶小姐能够鼎力相助，那真是再好不过了。蔡制片，刚刚我不是说了吗？投资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叶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我刚成立了个影视公司，准备3年内投资100部电视剧，进军奥斯卡。此话一出，全场寂静，也没人点破奥斯卡是电影奖项。边总好大的手笔呀！不就是区2千万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涨停的事。电视剧这种东西来钱太慢了，要说赚钱快，还得是炒股。边远人忽然发现其他人都在提，只有我在吃东西，顿时不爽了。叶小姐，这是谁啊？你的员工吗？他是我的朋友。你们这位朋友似乎没见过什么世面啊，参加这么高端的局，只顾着埋头吃。边总，说话不要太过分。叶小姐，不是我多嘴，出来谈事情一定不要带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太影响你的身份了。带什么人是我的事情，不需要边总操心。蔡纯见势不妙，赶紧道：边总，咱们继续聊投资的事情吧。这2千万的投资什么时候能到账啊？我的资金都放在股票市场上，等下个星期我出手一部分股票，就可以给你投钱了。那真是太感谢边总了。等等，我投钱是有条件的。唐诗诗，你是这部戏女主角，上映之后肯定会大红大紫的，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啊？我当然是心里感谢了，我会永远记得边总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只是心里感谢，那太虚了，我要实际点的感谢。这样吧，你陪我喝个交杯茶吧，喝1杯我就投1000万，喝2杯我就投2000万，上不封顶，怎么样？边总，不要以为有几个钱就可以羞辱人，唐诗诗不会答应这种条件的。不答应的话，那就1分钱投资都没有。你不投资，我来。蔡制片，我愿意无条件投资500万。蔡纯露出为难的神色。500万不够啊。好，叶小姐，你摆出这么大的架子，原来只拿得出500万啊。蔡制片，唐诗诗，我只给你们3分钟时间考虑，是陪我2杯茶换2000万，还是拿叶小姐的500万？你们自己选择吧。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我开口了：不就2000万吗？我投了。好，就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呀，能拿得出2000万，我就把桌上的盘子全都吃了。我也随便卖一只股票，都够你的投资了。修我，小子，你会炒股吗？我炒股赚大钱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他赚的钱能吓死你。他前几天还给我介绍了一只股票，叫什么来着？飞翔集成。对，就是飞翔集成。他说这只股票能涨，我就偷偷买了100手。飞象集成，好，幸亏你买的少，不然裤子都得亏掉。飞象集成是著名的垃圾股，最近3年亏了2年，主要产业已经快死透了，债务大的惊人，最大的客户也要转型。这种时候敢买飞象集成，你真是不怕死啊！啊，不会吧？看看这 K 线，连续拉了好几个大阴线，只有完全不懂股票的人才敢入手这种破玩意儿。啊，那我投的几万块钱，岂不是要亏了？明早开盘赶紧抛掉吧，小亏10%都算你运气好，抛晚了的话，我怕你被套牢。不要抛，唐诗诗，我相信Y13，我买了1000手，我不会抛。边总，消气，这样吧，我陪你喝几杯，一定喝到你满意为止，好不好？
蔡制片，你虽然也挺好看，可你都40多岁了吧？我喜欢唐诗和叶小姐这样年轻漂亮的。蔡纯此时也低下了头。我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不过唐诗诗必须给我道歉。至于这小子，让他滚蛋。唐诗诗，你看。此时我微微一笑。蔡制片，我的2000万马上到账。歪先生，你别开玩笑了。我从来不开这种玩笑。对了，你们现在可以看看股市公告，一定会很惊讶的。众人打开了手机。神？什么？飞翔集成重组了？真的假的？那岂不是说我能赚很多钱？怎么可能？飞翔集成怎么可能突然重组？这是假新闻吧？不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信你一只股票能赚2000万。蔡制片，账号发给我，我马上给你打款。5分钟后，蔡纯看着到账的2000万，瞪大了双眼。看到我真的拿出了2000万，边远人脸色阴沉，随后借着上厕所的名义准备开溜。边总，你忘了你刚才说的话了吗？来，这些可别浪费了呀。小子，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当着大明星的面打的赌，你不遵守传出去，名声不好吧？好小子，我记住你了。随即边远人就将桌子上的菜一扫空。我不行了，我去上个厕所，你们慢慢聊。歪先生，刚刚真的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把你当成叶小姐的员工了。其实你没看错，我的确是叶总的员工，目前在茂源广告担任策划师。不错不错，真是英雄出少年啊！为了投资饿了呗，我骑车前往了海州交通大学。哥们儿，要盘布，美国的、岛国的都有。不是吧？都2010年了，还有人卖这玩意儿？一番寻找后，我终于找到了饿了呗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个学生。你好，请问你们老板在吗？康总出差了，汪总在家写代码，张总去谈客户了，他们都不在。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能等。张总谈的客户就在隔壁那条街，好像叫香婆婆鸭腿饭。你要是着急的话，可以去那找他。好，谢谢你了。我出门后直奔隔壁街饭店，正看到张伟豪尴尬地站在门口。我们梨花快餐的注册资金100万，目前已经有了1000家合作店铺，光是电话接线员就有20个，还有100多个送餐员。只要你跟我们梨花快餐合作，每餐我们赠一个荷包蛋或者一杯可乐，再给你们补贴1块钱，怎么样？我走了过去，看着这位未来的亿万富翁，也站在了他的旁边。你也是来谈合作的？很快，店老板就把这位谈合作的送了出来。你们也是来谈外卖合作的吗？我马上就要开始煮饭了，只能给你们5分钟时间。5分钟足够了。张伟豪愣神的功夫，我已经跟着店老板进门了。我们饿了呗的订单软件马上就上线了，到时候鼠标一点就出订单，绝对不会漏单错单。老板，你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要选择真正能让你提高销售额的合作伙伴，我们饿了呗就是最好的选择。张总，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该你了。张伟豪懵了，心想你谁啊？为什么能代表饿了呗？但是他也顾不及这么多，于是赶忙开口道：我们饿了呗是教大学生创业项目，拿到过国奖。说重点。我们的优势在于……张伟豪很快的找到了节奏，把他过去1年多跟各路店老板打交道的经验拿出来，侃侃而谈。即使过了5分钟，老板也没叫他停下来。你们说的倒是挺好，可人家给我补贴啊。他们补贴多少？我们饿了呗一样，不过这是针对香婆婆这种优质客户的单独政策，还请不要外传。我明白，那你们能补贴多久？人家实力很强的，开帕萨特来的。帕萨特？呵呵，我们的车在外面，老板要不要看看？看什么？我的小雅迪嘛，那是我的小雅迪，不是我们的小雅迪。宾利，原来你们这么有实力，老板您贵姓啊？免贵姓外。没想到你们饿了呗这么有实力，行，我跟你们合作。合作愉快。张总，还愣着干嘛？剩下的流程你来处理。等到张伟豪处理完，我把他拉上了车。你为什么冒充我们饿了呗的人？有什么企图？我刚刚谈的怎么样？效果还不错吧？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Y13，新锐营销的总经理。你到底想干嘛？如果今天我不在，你打算怎么说服香婆婆的老板？我见他久久不说话，笑了笑道：你以为老板是因为我开了辆宾利才跟咱们合作的？真正打动老板的，其实还是你的那套合作方案，连我听了之后都很有冲动，立刻开个店跟你们合作。老板更喜欢你的合作方案，
但他也有顾虑，一是补贴，二是落地程度。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问题，缺钱。怎么？难道你想投资？我不仅仅会为饿了么投钱，还会帮助你们开发订单系统，避开路上的所有陷阱，帮助你们成为这个市场上的胜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饿了么永远是你的公司，我只拿我的股份，赚我应得的那份钱。张伟豪沉默了，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我也没有逼他，而是和他互换了手机号。和张伟豪分别后，我驾车来到了微软大厦。光这些条件还不够，得想办法给他施压。一份回锅肉盖饭，多放辣子。一份回锅肉盖饭，多放辣子。张岳峰先生是吧？能和你聊聊吗？我叫 Y13，是新锐营销的总经理。不好意思，我不买房子，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新锐除了房地产营销策划之外，还有其他的业务，比如互联网风险投资。互联网倒是跟我的工作沾边，不知道 Y 先生找我是为了什么事？张先生，你05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08年晋升为高级研究员，那之后就一直在没有晋升过，不知你有没有换一个发展空间的想法？你是猎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的确想要招募你，但我是为了自己的团队邀请你加入。张先生，你也34岁了，我相信你也不愿意一辈子都在研究院里当个研究员。难道你不想把这些年修炼的成果拿出来试试刀吗？说具体一点吧。于是我简单的把饿了么的情况介绍了一下。这家公司已经拥有良好的商业模式，但他们缺乏技术的支撑，这是非常致命的软肋。如果有你的加入，补齐技术方面的弱点，他们将会获得飞速发展的机会，把竞争对手远远甩掉。这和你刚刚说的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可不是一回事。试想一下，未来有一天你在办公室工作，忽然想吃一份加了很多辣子的回锅肉盖饭，却因为工作缠身无法离开。这时候你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几下，半小时后回锅肉盖饭就摆在面前，这种感觉如何？张岳峰深吸一口气，脑海中有画面了。我需要确认工作内容。如果我加入你的团队，我都要做些什么？你能做的可太多了，我详细给你说说。20分钟之后，回锅肉盖饭已经凉了。再过10年，你猜我们需要考虑什么问题？什么？那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回锅肉盖饭送到顾客手里的时候，还保持着锅气呢？张岳峰愣了下，摇头苦笑。这个问题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但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吗？张岳峰没拒绝，想了想道：我答应你。你都不问问我能给你什么样的酬劳？你这么有诚意，我觉得你不会亏待我的。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13去参加民间股神交流会，却意外遇见股票老师招摇撞骗。歪总，我今晚要去参加一个股票投资交流会，心里有点没底。你不是很懂股票吗？能不能陪我一起去？蔡姐，你现在都玩这么高端了吗？你别逗我了，其实是上次一起吃饭你见过的那个边缘人，搞了个民间股神交流会，邀请我去参加。民间股神聚会，我没记错的话，2010年国内股市足足下跌了15%，这个时候还有人敢自称股神？于是我也来了兴趣。好，我陪你去瞻仰瞻仰这些股神。蔡姐今天真好看。哎呀，别乱说。蔡女士，好久不见啊！多谢你能来参加交流会，今天来了很多股市高手，待会儿咱们一定要好好的交流一下。这小子怎么来了？你们先坐，我还得招呼其他朋友，失陪了。简约老师来了，今天没白来啊，居然能现场听简约老师的课，这次一定要跟他多请教几只股票。我上次听了简约老师的课，醍醐灌顶了。这是怎么了？是简约老师来了。简约老师是教什么的？简约老师你都不知道，看来你平时不炒股啊。他是股票圈的一流高手，而且跟别的高手不一样，别的人都藏私，简约老师愿意把本事跟我们分享。啊，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前世闹得挺大的那个新闻主角吗？快点开始吧，我们都等不及了。大家好，经常炒股的人可能都认识我，没错，我就是简约。博客不知道诸位看过没有？如果你们看过，那恭喜你们，很快你们就会发大财了。我以前一个人在股市打拼，赚够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现在我决定把我这些年的研究传授出来，教大家一起炒股，让每个人都发大财。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现在我随机挑选5名幸运观众，点评一下你手里的股票。话音刚落，许多观众沸腾起来。简约老师，点评我是你的忠实粉丝，你的博客我全都看过。
老师，选我，我给你咨询费。我如果是为了钱，干嘛不闷声赚大钱？为什么要写博客、出书、开讲座呢？还不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赚钱？你们给我咨询费，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简约老师说的对，如果是为了赚钱的话，他何必来参加交流会呢？对不起，我们误会老师了。简老师，我抽自己一个耳光，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还有，在评点之前，我得提醒大家一句，我也是人，不是神，不敢保证所有的点评一定正确。如果你们听了我的话赚到钱，我分文不取；如果你们亏了钱，也别怪我。简约老师言重，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当然明白投资的风险。怎么可能有那种人？简老师你就放心吧。那好，我看看，这位先生刚刚就很主动，第一个就选你吧。多谢老师。去电脑那边登录你的股票账户吧，我当着大家的面给你点评。男子登录账户之后，通过投影机把界面放映给会场里所有人。收益率不错呀，让我看看还有没有改进的空间。我觉得呀，你可以把金蔷薇卖掉，换成东山精密。东山精密就是前2天安平证券推荐的2011年10大金股。东山精密主打新材料概念，我很看好它在2011年的表现。至于金蔷薇，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已经持续涨了几波，后续拉升的空间没有多少了，趁现在高点抛掉正合适。我明天开市就抛金蔷薇买东山精密。我实在没忍住，金蔷薇今年股价虽然一直不温不火，却会在年底来上一个大爆发，奉上一连串的涨停。东山精密今年底开始就会一路向下，到明年年底整整要跌掉2/3的市值。这位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啊，打了个喷嚏。金蔷薇到顶了，那我明天也赶紧抛掉。把东山精密记下来，明天就入手。我有5万东山精密，明天再加仓20万，听简约老师的没错。接下来又挑选了一位大妈，40万的本金亏了一半。你居然还拿着安娜达，是不是觉得太白粉价格飙涨，股价也会跟着涨啊？我告诉你呀，现在国内太白粉产能面临严重过剩，明年价格肯定会跳水，安娜达肯定要暴跌，这只股票快点清仓吧！哈哈哈哈哈！你这又是什么意思？我想打喷嚏。大家太热情了，可惜时间不够。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我打一个小小的广告。我本人创立的简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已经于近日成立，目前正在招收学员，传授看盘18条秘诀。初级班学费5000元一个月，中级班8000元一个月，高级班15000元一个月。本月报名可以享受98折优惠。老师，这3个班有区别吗？初级班只有讲座和股票点评，中级班有操盘辅助服务，高级班可以享受我本人亲自制定的投资计划一套。简约老师的投资计划，我想要，我要报高级班。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用心传授我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把公司打造成投资教育领域的新东方，培养出一批100万富翁、1000万富翁。还有最后一个点评名额，这位美丽的女士，就你了吧？蔡纯愣了一下，不必了，我不炒股。不炒股？哈哈，女士一定是太不自信了。简约老师的点评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不要错过。来都来了，还矜持什么呀？快给简老师看看。我真的不炒股。不管你之前亏得多惨，经过我的指点，保证你明年能大赚特赚。美女，简约老师都这么说了，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差不多就行了，我朋友不太想听点评。这位朋友，听你的口气不太相信我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不愿意，你总不能强迫吧？哈哈，年轻人，你从刚刚开始就冷嘲热讽的，我早猜到你不是来学习交流的，而是来捣乱的。说吧，是谁派你来的？居然是来捣乱的，把他赶出去。刚才笑的那个人就是他吧？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了。是竞争对手派来捣乱的吗？这说明简约老师威胁到某些人的利益。果然老师是最牛逼的。我本来不想搭理他，但是都欺负到我头上了。我不是来捣乱的，当然也不是来学习交流的，因为你这个水平根本不配跟我交流。你说呢，韩青松？我在股神交流会被骗子各种嘲讽，没想到下一秒我竟直接叫出他的真名。你说呢，韩青松？韩青松呆住了，简约是他的化名，股票圈子里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难道连自己的真名都忘记了吗？只要别骗到我和朋友的头上，你的事情我懒得理。他想辩解，却怕我真的了解他的底细。这人说什么呢？
太没有礼貌了，居然对简约老师这种态度。他刚刚喊简老师什么？他连老师的名字都能弄错。我知道我普及投资知识，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可没想到这些人如此恨我，居然连我开个讲座都要派人来捣乱，居然还说我骗人。我想知道，我传授知识和经验给大家，带着大家一起发财，骗大家什么了？我听了简约老师的话，去年别人亏1半，我只亏了30%，我信简约老师。简约老师可从来没骗过我的钱。老师别生气，我把这家伙赶走。大家别冲动，千万不要中了圈套。如果我们打了他，我们反倒理亏了。我们要以理服人。请问这位朋友，你说我是骗子，我骗什么了？我还真拿不出来他非法集资的证据，总不能说是从新闻上看的吧？见我迟迟没有回答，众人纷纷叫嚷起来：“无话可说了吧？赶紧给简老师道歉！”还真是来捣乱的，这种人太不要脸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好心疼简约老师。简约见场面完全被自己控制，又得意了起来。小伙子，你年纪轻轻的做点什么不好，居然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劝你还是走正道，做善事。实在没有出路可以来找我，我愿意教你炒股方法，让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哈哈哈哈哈！你教我炒股方法，就你那点收益率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这小子也太狂了吧！今年股市情况这么差劲的情况下，简约老师依然赚了不少钱，这都看不上。吹牛真的不用打草稿吗？你只要牛逼，倒是给我们看看你的股票收益率啊！拿不出来的话，就赶紧给简约老师道歉。没错，你口口声声说简约老师是骗子，那你拿出真本事给我们看看。看他这个样子，怕是连股票账户都没有吧？哈哈哈哈！你口气这么大，不知今年的收益率如何呀？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如果你的收益率高过我承认技不如人，以后再也不敢自称什么老师了。可如果你的收益率不如我，今天你必须给我道歉。你确定要看我的股票收益率？没错，或者你旁边那个人的股票账户也行，只要他敢。好吧，既然你想看，我就让你开开眼。见我真的敢展示账户，简约暗喜。这场危机如果能够顺利化解，对他在粉丝心目中的地位又是一个很好的鼓。那我先来吧。收益率展现出来，23.2%。虽然资金基数不高，但这个收益率依然令全场都兴奋起来。我去，23%！简约老师比巴菲特都厉害啊！天哪，我要报名初级班，不，我要报高级班，让简老师替我操作。简老师果然名不虚传，我也想报名。轮到你了。他还来真的啊，哈哈哈！这是要当众受辱吗？猜猜看，他今年的收益率亏多少？我猜至少亏30%。看他那个蠢样子，50%都打不住。忽然间，各种嘲讽声全都停下来，所有人都露出了呆滞的表情。简老师，我这个收益率还可以吗？要不要给我点评点评？我操，不可能吧？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大家看清楚了吧？老师，教教我吧。这才是民间股神啊！只要能学到1/10，那也是26%的收益率啊！我也想学，老师，你的培训班多少钱？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可你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么高的收益率。这家伙是个骗子，大家不要相信他。简约，我现在就用你刚刚那句话来反问你自己：我骗大家什么了？骗钱了还是骗感情了？对哦，凭什么说他是骗子？人家就是展示了一下账户，别的什么都没干啊。反倒是你简约，你口口声声办培训班，有工商执照吗？有税务证明吗？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信简约的话，拿钱给他集资炒股。我提醒你们一句，这已经涉嫌非法集资了。你是污蔑，你污蔑我！简约一边说一边往后退，似是想要逃走，却被几个刚刚还对他崇拜无比的粉丝给挡住。简约老师，他刚刚说的是真的吗？简老师，你不是说集资去炒1级半市场的股票稳赚不赔吗？老师，我在你那放的20万，我现在想拿回来。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我的能力你们还不相信吗？你有什么能力？你所谓的双硕士学历，拿得出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吗？韩青松，我不愿意搭理你，你非得招惹我，那就请官方的人来查一查，看看到底咱们谁是骗子。简约就是骗子，大家把他抓起来，抓到治安局去。你不要过来啊！不好意思啊，我本来也不想打，可是他非得把脸凑过来让我打。Y先生，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些炒股的人有仇啊？怎么见一次打一次脸？这可不能怪我，是他先动手的。
也是他活该，这小子一直很高调，这回撞到铁板上了。边老板找我有事吗？是这样，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办一次聚会，其实说白了就是维系感情，不知道 Y 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这倒是一次拓展人脉的好机会。于是我答应了下来。回到了家中，我给姚思璇打去了电话。思璇，过2天有个宴会，陪我去吧。好啊，我正好无聊呢。我现在来接你，去给你买套礼服。怎么样，好看吗？哇，真是大美女，太好看了。嘿嘿，你也去买一套吧，你这衣服都这么旧了。好，我也去试一套。这套怎么样？比吴彦祖都帅。你嘴巴可真甜。我和姚思璇参加聚会，没想到被这个女人各种冷嘲热讽。歪老弟，你来了。吴行长，好久不见。里面许多人都到了，大家都在谈论最近你在股票市场的神操作，不如一起进去。好。各位，你们口中的股神来了。这位就是前段时间在股票圈子创造了奇迹的人吗？自然，他的户就开在我们做梦银行，我还能骗你们不成？那可要认识一下，鄙人周凯，腾飞投资公司总裁。周总您好。你们还不知道吧？前段时间我这老弟玩棉花期货，才几天时间翻2倍了。这么厉害，不愧是股神啊！我像老弟你这样年纪的时候，还天天泡在迪厅里吹牛呢。周老哥谬赞了，我这点小本事还称什么股神？说出去给人听了笑话。就在此时，宴会厅门口进来一群人。天啊，这里也太奢侈了，这些装修我见都没见过，至少也要几千万吧。你先去旁边，我跟几个老朋友谈点事。齐高，举办这样的宴会，一次要多少钱啊？成本都要上百万，这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楚寒，你看那个人是不是 Y13？你看错了吧？这是什么地方 ？Y13怎么可能进得来？哟，还真是他，肯定是借着别人的旗号进来的，否则以他的身份，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高端聚会？走，过去会会他。哟 ，Y13，没想到你居然也能来到这里，是不是找富婆带进来的呀？你们可都是大人物，不要给他给骗了。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这种场合你有资格参与进来吗？我没资格来，你们就有。我当然有资格，我可是梁总亲自带来的，而你又算什么东西？就在这时，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楚寒，怎么了？没什么，看到一个熟人。这个人找了一个富婆带他来到这里，我担心其他的老板们被骗了，就戳穿了他。我是别人带进来的，不错。那么你就是凭自己本事来的？你算什么东西也能跟我比？我可是梁总带来的。梁总带来的就高人一等吗？你比我好在哪？你这张狗嘴在说什么？梁总是真正的大人物，能让他带进来是我的荣幸。你这种废物东西也好意思嚣张？居然敢不把梁总放在眼里，我看你真是狂妄的没边了。像你这样的蚂蚁，梁总抬起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无数遍。好了，年轻人不懂事，我不会跟你一般见识，这的确不是你能来的地方，自己走吧，不要让我叫保安赶你走。听见没？是你自己滚还是被赶走？梁总，是我带来的人。老吴，这是你朋友吗？是这样的，这位先生本事可不小，前段时间国内棉花期货那位神秘散户就是他。原来是他，号称股神嘛。现在的年轻人厉害，看来我们这样的老家伙该退休了。梁总过奖了，资本市场不看年龄，要是年纪大一些就能赚钱，那养老院的大爷大妈都是股神。哼，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梁总，您是长辈，我还是要尊重您的。不过你身边的女人，我倒是熟悉，我跟她一起好几年了。居然敢在梁总面前说这样的话，不就是嘲讽梁总瞒他剩下的女人？这不是找死吗？哈哈，年轻人，看来你这个股神很狂啊。什么股神不股神，不过是虚名罢了，我从不在乎。不过有人为了一个女人倚老卖老，我也是懒得伺候的。今年他的几次投资到下半年就会爆发，全部踩雷，最后导致良天资本的资金链断裂。别人怕他，我可不怕。年轻人，嘴上说的厉害是没用的。既然大家都在，还有半个小时就开盘了，不如你我赌一赌，各选一只股票，看哪只涨幅更大，看看到底是我真的老了，还是你这小子太狂妄。吴宗英赶忙出来打圆场。梁总，我看这事就算了吧。老吴，你不想惹事的话就闭嘴。
年轻人敢不敢？当然可以，不过我打算加点彩头，梁总你不介意吧？哈，小子，不要以为赚了点钱就是天下第一了，你跟我比钱。吴老哥，我存在你们银行的玉佩，麻烦你派人帮我取过来，我就用那块玉佩做赌注，希望梁总能跟上。好，不管多少钱，我梁辉都跟你赌了。他那块玉佩是花50万买的。50万？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要是缺这50万，我送给你好了，这也好意思拿出来赌？这话一出口，所有人的表情都像是在憋着笑，看向我的眼神也带着嘲弄。过了一会，玉佩取了过来。这块玉佩叫青纹佩，明朝朱棣佩戴过的，流传到现在，怎么说也是一件宝贝了。市场价值最低3000万起，如果拍卖的话，价值会更高，足够做赌注了吧？此话落地，众人先是沉默了片刻，随后疯狂大笑。我看他是想钱想疯了，明明花50万买来的东西，居然还收值3000万，你怎么不说3个亿呢？吴宗林也是有点尴尬。老金，你是开台卖行的，做古董玉器生意也这么多年了，不如你看看这块玉到底值多少钱？能把玉佩给我看看吗？请便。老金仔细观察了一番，只见他的表情从随意到凝重，最后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这位老板，别看了，我看5万块钱都够呛，还3000万？这有你说话的份吗？给我闭嘴！老金，什么意思？梁总，这块玉佩是真品，它的确是明朝朱棣佩戴过的玉佩，叫青纹佩。最近的一次记录是在清朝的时候被一个王爷得到过，后来就再也没了消息，应该是当做陪葬品带走了。没想到今天重新现世了。老金，你不是看走眼了吧？要真是明朝朱棣的东西，就值50万。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大半辈子，正是厨师入行后还没走眼过，绝对错不了。歪先生说的价格还是低估了，按照现在的行情，青纹佩最少价值3500万。哼，你小子倒是好运气，还赌不赌？既然你要送上门来，我还会拒绝吗？找人拿2台电脑来。梁辉为了找回面子，和我进行了一场1个亿的豪赌。你还赌不赌了？既然你要送上门来，我怎么会拒绝？找人拿2台电脑来。话说完，梁辉当即写了一张支票。这是3500万支票，你有能耐就拿走。那我们开始吧。顷刻间，所有人都围了过来。这可是一次7000万的豪赌，哪怕他们个个身价不菲，对这个数字也是咂舌不已。歪老弟，梁辉就是从股市发家的，眼光老辣狠毒，几乎没有走眼的时候。你放心吧，我有把握。狗男女不知羞耻，等会让你们哭都哭不出来。不要把自己变成无理取闹、尖酸刻薄的女人，更不要狗仗人势欺负人，那样只会让别人更看不起你。你凭什么说我？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说我？不就是长得漂亮吗？背地里还不知道给多少男人睡过，大家都是爬上男人床的，你凭什么就比我高贵？你真的无可救药了？你以爬上男人的床为荣，就以为别的女人都是这样？很抱歉，我就不是那种女人。说得好。亲爱的，为什么要为姚思璇叫好？难道看不出来他骂的是我吗？哼，这位小姐，比原梁辉，良天资本的董事长。抱歉，我不认识你，也不打算认识你。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梁总，这位是我的女伴，你话太多了。我有点不舒服，要不先走吧。赌局还没结束，我怎么能走？哈哈，我还担心你跑了。小子，虽然你很狂妄，但不得不承认你算是有种的，就是愚蠢了一点，不知进退。梁总，我有个主意，不如添点彩头，不但赌那3500万，再加上姚思璇好了，谁赢了让他跟谁走，这不是更有意思？楚寒，你真聪明，我很欣赏你。小子，你们要是不敢，就跪下，从这里爬出去。你告诉我，你有没有信心赢他？翻手就可镇压。好，跟他赌，就赌我。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相信你。梁总，既然我答应了你家赌注，那么你也应该增加。你身边的女人我看不上，你的筹码增加到5000万。好，我跟你赌了。你要是赢了，全部拿走，这些钱都是你的。但小子，你也要有那个本事赢才行。随后，我和梁辉站在电脑前，各自看着自己的屏幕。很快，我就选好了一只股票。我就选天机股份，赌它能涨停。开什么玩笑？这只股票3个月没动弹了，庄家没洗盘，也没有刻意打压，纯粹就是公司业绩不行，不被人看好。
大盘涨它就是跌，你跟我说这种股票能涨停？看来年轻人毕竟还是年轻人，现在都已经快要跌停了，估计就是闭上眼睛赌一把，否则的话他哪里玩得过梁总？惨哥惨喽，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梁总说的也不错，年轻人太狂妄，总要吃亏的。就是看梁总选的深蓝药业，公司业绩很强，股票走势也非常不错，一看就知道是会涨的。大家也别这么说嘛，说不定这小子能掐会算，还真就涨了呢。梁辉的话才说完，天机股份应声跌停。哈哈哈，梁总真会开玩笑，还能掐会算，这小子给自己掐算出了个跌停出来，笑死我了。就是都已经跌停了，难不成这只烂股还能来个绝地反击？我玩股票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涨了，梁总的深蓝药业涨了。你选的股票都跌停了，我看没必要等下去浪费大家时间了吧？这位小姐，你可是我的了。涨了。老张你叫什么？大家都看到深蓝药业涨了，还等你说？妈的，我是说天机股份，就是这小子选的那个。我靠，这个涨势太猛了！我的天啊，真涨停了，10几万手直接封死了。怎么可能？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走势，完全没任何征兆，这怎么可能啊？股神，这才是真正的股神。赢家通吃，多谢梁总馈赠。梁总，刚怎么回事？那小子怎么就赢了？都是你这个，给我滚，否则我弄死你！后生可畏啊！你们以为他赢了吗？老子在股市纵横这么多年，发家的时候那小子还在玩泥巴，以为这样就能打垮老子，做梦！你怎么知道天机股份一定会涨？我相信我的直觉，股票这种东西，谁都没有办法说它一定能涨，所以很多时候我都相信自己的直觉。那么大的赌注，你就不怕自己输？有你在，我就不会输。哎呀，你胡说什么呀？青莲姐，有什么事吗？我遇到个奇怪的事情，是我单位的电脑最近总是出问题，我找单位的运维来维修，他们说电脑好像是被黑客入侵了。还有这种事？运维说，黑客在电脑里植入了木马，监控了几个国外网站，就是你上次用我电脑登录过的那几个。难道是比特币网站？对，有门头沟，还有好几个网站，我怀疑黑客是冲着你来的。你在单位等我，我带个朋友过去看看。思璇，我先送你回去吧，我要去做梦银行一趟。黑客登录的 IP 是欧洲，经过几级跳板过来的，除非当场捕捉到，不然没办法追踪。他在电脑里植入了3种木马和12个后门，搜集了大量的电脑信息，还把浏览器、历史和 cookie 全都盗走了。另外，他主要监控了几个国外比特币交易网站的地址，只要有数据传输，都会被劫持。那我的账号有危险吗？之前的账户信息不会泄露，但之后的所有登录信息都会被对方窃取。账户安全就好，能找出是什么人做的吗？设个陷阱就可以，他们不是想要你的账户信息吗？我往劫持的数据里面加点料，让他们知道华国的黑客是不好惹的。王玲，前几天那家伙的底细你调查清楚了吗？没错，那个叫 Hunter 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不弄清楚的话，我们的计划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我已经找到他登录的那台电脑，植入了木马和后门，但最近对方没有任何动静。对了，那是一台华国某银行机构的内部电脑，你们说会不会是华国的银行家们盯上了比特币？不可能，华国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比特币，他们的政策也不允许银行机构投资比特币这种虚拟资产。人类，你怎么知道？我一直怀疑你是华国人，看来是真的了。我是哪里的人重要吗？你是华国人，那个 Hunter 的地址又来自华国，你说重不重要？我甚至怀疑你们是同一个人。你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就闭上嘴！你们牛头人的嘴巴都太臭了。别让我找到证据。好了好了，别吵了。如果想要发大财，就得齐心合力。人类，既然你熟悉华国的情况，就请你盯紧一点。如果华国银行机构真的有投资比特币的打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没问题，华国这边的情况我会盯住的。